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前言：黑羊效应，缺爱的人最容易善良。第一个话题，有的时候善良是绝望的掩饰。有的时候善良会成为缺爱、自卑、懦弱、孤独、偏执，经常被孤立和欺负的代名词。如果不是因为编辑过《黑羊效应》一书，我很难把善良的意思与这些心理学名词直接关联起来。直到出了《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一书后，我才知道世界上有如此多的暴力与欺凌。有无数在黑暗中的人，他们在职场上被上级欺压、下级欺骗，在家里被抱怨、责骂，甚至殴打，在朋友圈里害怕得罪人而不敢拒绝人，自己内心的痛苦和压抑无处诉说，因为没有人相信，甚至没人愿意听，于是才有了各种因为自己无力反抗导致的抑郁、失眠、孤僻，甚至自杀等。各种来自社会关系导致的灾难层出不穷，全都因为我们无底线的善良，让社会给了我们无尽的绝望。各种自杀事件曝光后，很多网友纷纷讲述自己经历或者见证过的各种欺凌事件。加害者发泄完毕，就忘记了自己造下的一切罪孽，留下受害者在永远没有尽头的屈辱里寻找自救之道。作为一个喝过半瓶农药、割过几次手腕的人，是深深知道一个被欺凌的人处在怎样的绝望里的。然而更难过的是不被很多人理解。那些人会轻飘飘地为人着想，会轻飘飘地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会轻飘飘地觉得这都多大点事儿啊，承受力太差了，甚至打着我这不都为你好吗，你怎么就不记得我的好这样的旗号安慰人。记打不记好，因为痛的苦的不是你们，你们只记得你们受的苦，即使你的苦与真正被你们欺凌的人相比毫不足道，你还是会在别人表达痛苦时暴跳如雷。可是无论你的表达多么夸张、敏感，甚至是在说假话，都无法打动他们，因为只有他们感觉到的才是真实的。本书不想讨论那些受害者被人以爱的名义理直气壮地伤害后的无尽煎熬，只是单纯地说说为什么很多人在遭受了侮辱和欺凌后默默地选择了自杀。线性思维的人不懂得事态的复杂性，所以以导致一种结果的原因是单一的，处理问题的模式也可以理所当然的单一化。是什么原因让那些受害者的自我救赎的勇气只用来自杀而不是反抗呢？接下来的一个话题，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反抗。人的大脑有一套模式反应机制，大脑的认知能力是极有局限性的，很多事情重复过一定次数之后，你就再也不会去尝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习得性无助。这种习得性无助其实就是绝望。习得性无助是心理学家塞利格曼1967年在研究动物时提出的。他用狗做了一项经典实验。塞利格曼找来了3条狗，第一条狗不进行任何训练，只是将其捆住一阵儿，然后松绑。第二条狗则在被绑之后对其进行一定痛楚感的电击，但与此同时，塞利格曼会训练它推动杠杆停止电击。而第3条狗在被绑后也接受电击和推杠杆训练。和第2条狗不同的是，第3条狗边上的杠杆只是个摆设，无法终止电击。实验结束后，前2条狗都很快恢复到了平常状态，而第3条狗却陷入了严重的消沉抑郁症中。当他发现无论自己如何努力去做都无法改变当下的处境时，便会陷入极度的绝望之中，自此消沉抑郁，一蹶不振。为了进一步确定自己的结论，塞利格曼又把这个实验进行了改进。
他把2群狗放入吊床中，对它们进行短暂但是会带来痛楚感的电击。第1群狗可以通过触碰按钮来停止电击，而第2群狗要面对的是一个没有任何作用的按钮。做完了一切后，塞利格曼把这2群狗放到小房间里，然后用栅栏挡住。当房间地板通电后，第1群狗很快越过栅栏逃出电击范围。尽管第2群狗明明亲眼看见了第1群狗的成功逃脱，依然躺在原地，被动地忍受电击的痛苦。动物如是，人也如此。当一个人进行同样的努力，但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看不到希望时，也会选择放弃，忍受那些看起来很容易就摆脱的困难。他只知道以前的努力都徒劳无功，无论自己怎么做都改变不了当下的处境，却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多试一次或很多次。我想，如果这个实验再增加一个环节就好了，增加几群狗，1群狗按2次才能停止电击，1群狗按3次，以此实验到狗再不愿意继续按下去，以此测验大脑模式化的临界点，那会相当有意义。那么我们的大脑为什么要自我设限呢？我们常用的一个词叫做浅尝辄止。为什么会浅尝辄止呢？那些关于成功的理念，如坚持、永不放弃等，为什么不是大脑的主要模式，而是变态模式呢？为什么我们在极度想改变自己的方面尤其如此呢？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想改变的坏习惯，就是无法下定决心去改变呢？是我们真的没有自控力，还是我们内心根本不相信那样做就会改变呢？答案当然是后者。你尝试过，没有用，内心早就认为毫无改变的可能。深深的绝望感让你不想再重复那些已经被验证过多次的没有用的努力。接下来我们聊一聊，但我们为什么会用绝望来限制自己呢？为什么我们要用绝望来限制自己行为的可能性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其实，绝望后就不再尝试，接受命运的摆布，是一种很正常、常见的做法。因为生命短暂，所以人成了速度至上的动物，大脑被设定成了一些固定反应模式，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相似的问题。比如更容易记住图像，比如一切都会规律化、模式匹配化。要进行模式匹配，又要考虑时间问题，不想在同一件无谓无用的事情上浪费太多时间。那么，尝试就有了次数限制。一般情况下，试上几次仍然毫无进展或新发现的努力，会被告知到了止损临界点。再进行下去，有50%的可能仍然是失败。继续努力也就失去了大半的意义。于是更多的情况是，我们都尝试过了，也不是只尝试了一次，而是一试再试，试了好多次，才带着不甘和犹豫不决放弃了。绝大多数情况下，浅尝辄止是我们的最优策略。所以一旦开始了某些自我设限，那这些设限就是终身特点，如影随形。所以一些你不得不承认的悲观现实是，很多创伤，尤其是长期性的创伤，是无法痊愈的。长期的折磨会使大脑神经元改变，长期的人际关系决定了我们的行为局限。所以弗洛伊德才一再强调童年创伤。原因很简单，如果你小时候断了一条腿，一辈子就只能当个残疾人，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和年纪无关。那些不敢不善良的人究竟经历了什么呢？在下一集当中跟各位继续分享。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继续分享前言：黑羊效应，缺爱的人最容易善良。第4个小话题，那些不敢不善良的人经历了什么呢？如果我们留意过那些过度善良的人的生活的话，会在他们的成长史里发现他们有过大量的被伤害时无人帮助，甚至被落井下石的经历。一个女孩被学校流氓欺负了，回到家里被暴打了一顿，原因是家人觉得她丢了人。另一个孩子做家务时受了伤，家人让他跪在地上，认为他很可能故意偷懒。一个人刚得了重病，发现伴侣出轨，准备离婚，这和那些无法停止被电击的狗一样，在过去某段经历里完全没有摆脱伤害的可能。而比狗狗更可怜的是，他们要面对的加害者往往在年龄、体格、道德制高点等很多方面都具有压倒性优势。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毁和威胁，使得他们陷入了一种既无法求助也无法自行救赎的境地里。其实，心理崩溃最主要的原因是自我期望与实际行为的严重冲突。当一个人彻底放弃自己，自我期望彻底消失，妥协、自残和自杀就不过是驾轻就熟的一个解脱过程，为的是从此灵魂不用在无爱的暴力和强权的无间道里无尽的煎熬。一个人如果绝望透顶，那么让他努力去改变环境，就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儿。即使改变或逃脱的机会近在咫尺，也会视若无睹。因为对他们来说，被欺凌固然很痛苦，但与反抗或逃跑可能导致更剧烈的痛苦相比，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宁愿忍受当下的痛苦，忍受相对不那么暴烈的痛苦。因此，指望处于绝望状态的人突然开悟，主动尝试些什么，无异于天方夜谭。出身论很有用，童年创伤论很有用。那些渴望不劳而获的人，那些付出感强烈的人，无疑都是绝望的懒惰者。第5个小话题，他们需要外界的帮助。你的绝望感和无助感泛化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和价值，很容易就感觉生无可恋。你被欺凌时，除了肉体和精神上被双重虐待外，还有加害人对你人格的羞辱、贬低和否定。无论是有意识的羞辱、贬低和否定，还是为了正当化自己的暴行而进行的无意识选择，都会导致受害人在遇到困境时，更容易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自己应该妥协、屈服，甚至因此认为自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相信加害者灌输的一切，相信自己遭到的一切折磨都是自己咎由自取的。在这种归因模式中，受害者完全失去自我肯定的能力。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尤其如此，因为女孩已经从性别上遭到了彻底的否定。在这种状态下，受害者唯一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就是自己是一切的罪魁祸首。有个女孩经历了全家人近10年的羞辱后，成年多年还是一副无论家里出什么事儿都是自己错的心态。而她家的一个姐妹呢，因为自小甚得父亲宠爱，享受到的是刻意的放纵，则无论家里出什么事儿都是别人的错，差别利剑。一个对自己和环境都处于彻底失控状态的人，都有严重的心理疾病。他们胆小、怯懦、自闭，不愿意劳动，不愿意面对这个世界，却不得不面对世界强加的诸多不公和欺凌。没有能力从自己完全不愿意在面对的苦难中解脱出来。与自闭、抑郁和自残相比，继续在别人的要求里活下去，才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毅力，去面对一个充满痛苦而且自己又无法把握命运的世界。这些受害者能否走出自己的心理阴影呢？理论上是有可能的，让他们与加害者隔离，不再让那些加害人接近他们，
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中，帮助他们学习新的处理方法，他们是有可能恢复一些生命热情的。但是他们需要远离加害者，需要帮助，仅是不让他们再受伤是不够的。塞利格曼的第二个实验是将蜷缩在地上忍受电击的狗抱起来，带着它穿过栅栏，进入没有电击的环境中。反复2次后，再对狗进行电击时，它就会越过栅栏，尽快抵达没有电击的环境里。所以，一个无助的、绝望的受害人，也可以在安全的环境里学习改变环境的方法。成功克服环境制约的经验会增强他们内心的控制感，增强他们的生命热情和生活技能。所以上面所讲的女孩，在离家多年后，在远离施害者以后，慢慢地学会了肯定自己，也终于知道自己经历了一番怎样的不堪。但是一般情况下，受害人都没有远离加害人的条件。没有谁会立刻创造出一个安全的环境来。倘若你不幸成为那无辜的黑羊，最好方式是人穷就得多读书和挣钱。然而这个建议对一个长期处于懦弱中的绝望懒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用。那些加害者会疯狂阻止你的自救，除非你愿意以最激烈的方式抗争。这就是《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这一书出版的意义。一直孤独而无助的你，或正在经历孤独无助的你，希望你懂得，这个世界就算不能立刻给你勇敢、坚强和快乐，但至少你还有可能拥有。多看一本书，就能多拥有一分合理拒绝、适度反抗的力量。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第1章，善良不是毫无原则的妥协。无论如何都不能一次次妥协，你放弃一次，就会发现还能放弃一些其他东西，以后就会放弃更多。如同慢性毒药，有些东西第一次发生就已经彻底改变了。第1小节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别把生活过成一部大型妥协剧。有人说胸怀是被委屈撑大的，也有人说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其实这些都是没有营养的心灵鸡汤。你在调侃自己是佛系主义的时候，难道不曾感到一阵自我厌恶，甚至感到是对佛陀的亵渎吗？看了几篇心灵鸡汤类的文章后，很多人感觉自己的人生得到了升华。打游戏输了，再也不想摔鼠标砸键盘了；被领导骂，被家里人抱怨也不生气了；被同事羞辱，被朋友欺骗也无所谓了。我们告诉自己，不必为世俗的生活而烦恼不休，也不必为诗和远方而纠结挣扎。其实这都是懒人给自己找的理由。懒汉们如果连自己的组织都找不到，稀里糊涂找到佛家，那真是懒到家了。前面是墙，后面无退路，干脆懒洋洋原地躺好，心想做了未必成功，什么都不做就什么都不会失去，干脆就什么都不做好了。经常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在转发诸如题为运气不好都是因为你杀生，所以你要放生积福这样的文章，还颇得好友认可。文章里大肆渲染的观点是，猪是条命，你怎么忍心吃呢？兔子那么乖，你怎么忍心吃呢？白菜那么可爱，你怎么忍心吃呢？骨子里藏着下一代的生命，你怎么忍心吃呢？这种单一归因思维，其实就是在为自己的懒惰无能找理由。善良是一口好锅，诸如道德绑架、心理疾病和生活问题等原料都可以甩给他。如果好吃懒做，不想靠自己就活得很漂亮也算善良的话，我觉得2个身份不明的流浪汉哥哥和迪迪等待戈多也是很善良的。
他们在黄昏小路旁的枯树下等待着戈多的到来。为了消磨时间，他们东拉西扯地找话题讲故事，做着各种无聊的事情，还错把路过的主仆二人波卓和幸运儿当做了戈多。天快黑时，一个小孩走过来，告诉他们戈多今天不来，明天准来。次日黄昏，两人如昨天一样在等待戈多。天快黑时，这个小孩又来了，告诉他们戈多今天不来，明天准来。等到树叶黄了又绿了，等到波卓成了瞎子，幸运儿成了哑巴，他们还在等待。天黑时，那个孩子又捎来口信，说戈多今天不来了，明天准来。彩票梦还是要做的，万一大风吹来了呢？理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很多女生玩过《恋与制作人》这款游戏，里面的白起就是女孩子们心中的完美情人，既是成功人士，又拥有来自星星的超能力。爱玩的女生就会在上面投入很多金钱。但现实中的完美情人并不存在，大多数女生遇到的都是普通人。一位网友说，一个女孩去相亲，相亲对象呢是一位博士。女孩问他30岁了有多少存款，他只能悄悄地结账离席了。要知道，这个问题对于男性来说一直是敏感话题，不是带来否定或侮辱，就是带来不甘心。我们知道，一般读到博士的人都特别能出成果和吃苦耐劳，自然也成了导师一直想霸占着的个人资产，而被一再延迟毕业。出身寒门的莘莘学子一般家里多有拖累，不是有需要帮忙的兄弟姐妹，就是有卧病在床或有不良习惯的父母。他一度自我怀疑，是不是自己很笨，达不到学校的毕业标准。但后来他发现，自己之所以被导师绑着，不是因为他能力不足，也不是因为他深受导师赏识，而是因为比起其他人来，他更渴望也更需要那一个学位。导师抓住他的弱点，便一直以此为由拖着他不放。有句话说得好，盲目的原谅与同情是对恶的纵容，对善良的亵渎。可是还是有很多人会继续待在舒适区里，守着自己那一点可怜的安全感，直到被别人逼得没有退路时，才会考虑要不要反抗。就像这位博士，因为自己太善良，所以一直被导师无故拖着，不能顺利拿到那个学位。所以如果拼命证明自己优秀善良，都没法让你得到认可，甚至被无视的话，不妨试试证明自己很普通，并在适当的时候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像我自己，以前在父母面前是孝女，在家里呢是中流砥柱，在公司里是扛把子，在朋友面前是仗剑走天涯的剑客，在恋人面前是完美女神，啥问题都能解决，还一无所求。我努力证明自己很优秀，结果却是在很多情况下被无视，所以只能白天强作欢颜，夜晚以泪洗面，所有的痛苦只能独自忍受。当我自从决心活出自我后，日子好过多了，我也学会了一些事儿。第一，我学会了有选择性的倾听。很多人要求你要善解人意，要能听得进去别人的话，对别人的要求要尽可能的满足。可是那些成天到处倾诉自己的经历或散布八卦消息的人，不过是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罢了。他们经常在你面前说一些对身边的人或事抱怨的话，比如有些人一点规矩都没有，买个豆浆也要插队，有个人还插到我前面来了，这些人怎么这么没素质啊？钱再多有什么用？你看某某某得了肺癌，没半年就走了。倘若这些人懂得收敛自我，适可而止，我是没有任何意见的。但他们有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只要看见熟人就想唠叨自己的生活。如果你有事情要忙，他们还拉着不放，非要你听他们倾诉，那就非常令人讨厌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他们在工作中遇到了难题，一旦发现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或者握有某些资源，就会不停地找你，觉得你人好，爱帮助人。而一旦你不帮他们，
他们就会说，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人，连同事这么点的忙都不帮，你真是太吝啬了。更有甚者，他们会把这件事情当作新闻一样散布出去，让大家都了解你是一个格局不够大的人。他们觉得好的一切，如果你不认同，你人品有问题；他们觉得坏的一切，如果你不反对，你人品有问题。他们自己适应不了社会，但却逼你用他们那套行不通的方式适应社会。如果你不听，你人品有问题。总之，跟这样的人交流就是人生的灾难。所以你要懂得，并不是每个找你倾诉的人都值得你用心对待。如果这种倾诉让你觉得浪费时间，请你不要太顾及面子，而不敢说不。第二，我学会了适当的不解风情。所谓的善解风情，就是在别人谈论某个话题的时候，你要学会主动接话题，给别人带去快乐，让别人觉得舒服。可是，如果是一些无聊的话题，都要时刻满足对方的话，你一定会活得很累。还有一种善解风情，是要懂得讨好别人。比如要记得领导的生日、同事的爱好，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给对方一份惊喜，以求自己能够在职场混得更好一点。我不太喜欢记别人的生日，甚至我自己的生日也往往要家人提醒。家人知道我这毛病，经常提醒我，但就算头天提醒了，第二天我仍然会忘记，以至于我母亲总是很伤心，我昨天告诉过你啊。我也不喜欢无效的社交，所以那些对我来说没有意义的事儿，后来我一律拒绝参加了。比如去参加某些无聊的聚会，去见一些无聊的人。世间明明有那么多美好和有趣，你非要在那些无聊的事物和人面前妥协，以满足对方的要求，这其实是一种自虐。自从我学会这两招后，整个人都快乐了很多。生活中有很多人希望你妥协，希望你满足他们的期待，实际上这只是他们自私的表现。在固化的思维模式之下，我们选择用妥协来让对方感到快乐。可是如果你的一次次妥协换来的是别人对你的无视，甚至侵占你的时间，阻止你去做自己要做的事儿，那么这时的你不必做到事事善解人意，你要敢于说出自己的要求，从而去终止这段伤害行为。该拒绝时就拒绝，你越妥协就越不会有退路。好，各位朋友，你是那个为了对方的快乐而妥协的人吗？欢迎在评论区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你不必勉强自己和所有人都合得来，绝大多数人都只是朋友的番外，孩子的前传，父母的续篇。所以大环境下的原生家庭藏着一个人性格的主显基因。很多坏人未必真的坏，但绝对能随时败坏掉你一天的好心情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做，不过是因为你更好欺负。原因可能有伦理上的，比如呢，他是你的父母、长辈、上司，或年龄比你大；又比如他是你的孩子、晚辈、下属，或年龄比你小。也可能是舆论上的，比如男人不能打女人等。总之，如果他在某方面看起来比你强大，比如个子比你高，脾气比你差，嘴巴比你贱，只要有一样让你看起来不占优势，你就有可能被欺负。你永远不知道生活的恶魔藏在哪副皮囊之下。这个世界的无理取闹之处在于对好人太过苛刻，但对于坏人却又过于纵容。网络上流传这样一段话：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律；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讲国情；你跟他讲国情，他跟你讲接轨；
总之呢，这类恶魔总是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样子，而他们之所以敢这么蛮不讲理，不过是因为吃定了你，并且一定要每次都吃定你，才能证明他们虚弱的存在感。我想缓解一下和父亲的关系，虽然我内心十分厌恶他，但是既然必须要一起生活，还是尽量友好相处点吧。于是呢，我主动和父亲聊天，希望通过我现在已经做到的小小成绩，来安抚他一世没有满意过的心。我把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讲给他听，他基本上没有抚养过我，不知道我的学习情况，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说，老爹，我当年上初三就赚了200多块钱稿费呢。他说，人家谁谁谁6岁挣的稿费比你1个月工资都多。我说，我在北大的导师是某某某，全国都有名。他说，人家某某某的老师在你上学时当教授了。我说，我认识某某校长、某某局长、某某首富，1个月都排不上号的名医，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他说，我的某老师哪个不认识啊？就你认识那几个人，给人家洗脚都不配。父女俩交流不下去了，原本是想让他高兴一点，结果一场和解会搞成了对骂战，彼此不欢而散。究其原因，不过就是他不能从暴力上打过我，就想从嘴上胜过我，为了否定而否定。我本来打算与他和解，结果换来的真的是合不来。有位大师曾经对我说，好人须经9981难，而坏人只需放下屠刀，便能立地成佛。无法对纯粹之恶进行追责，那种深入骨髓的绝望，在舆论不负责任的加持之下，将摧毁人之为人的信条。这类变态恶人属于现代文明社会的蛀虫，其存在并不以成人与否为准，而只以是否作案、是否被缉拿为标志。追问没有用，譬如是什么人间悲剧造就了这类恶魔？他们的人性一面在哪儿？如何才能给他们以关爱？这类问题似乎是没有答案的。法律和道德不该有特赦。2018年12月3日，湖南省沅江市发生一起凶杀案，12岁的少年杀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面对亲人的痛苦和疑惑，他显得若无其事，从嘴里挤出了4个字。他承认自己错了，但不是什么大错。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12岁少年杀母的所作所为，不是挑战了禁忌，而是摧毁了禁忌。他不能被划归为禽兽的范畴，因为自然界禽兽同类相杀相食，尽管普遍，但却要限定在逼仄的生存空间才能成立。他也不能被划归为人类范畴，因为人类应该是有最低底线的。面对至亲，不至于痛下杀手，他却像屠宰牲口一样杀了母亲，还在家欣然地待着，淡定地扯着谎。那么他是什么呢？是的，他是恶魔。同样，一个成年人打着教育的旗号，欺负一个毫无反抗之力的孩子，他心安理得地对弱者施暴，并不是什么严父的苦心和善良，而是恶魔的本性。电视剧《请回答1988》里，女主人公小时候家里很穷，她的母亲好不容易攒了点学费，却被她的父亲偷偷拿去借给一个欠了赌债的朋友。大年30，明明说好晚上陪家人一起守岁，到晚上7点多时，她的父亲却约朋友打麻将去了。真的很难说这样的一个父亲是一个善良的人。在他们身上，我相信都有恶魔的一面。我的父亲在我胳膊肘被摔断时，不是带我去看医生，而是逼我跪着，然后扇我耳光，并且打到我不哭为止。在我的脚被烧红的烙铁烫伤时，不是在听我倾诉后给我找药，而是指责我娇气，只想找借口偷懒。在我被学校里的同学诬陷而遭老师人格侮辱时，不是安抚我受伤的心，而是挖苦我懦弱。至于什么时候看我不顺眼就揍上一顿的事儿，几乎是家常便饭了。
那时我的背上常常布满了青紫的斑痕，哪怕是左眼受伤差点瞎掉时，他也依然无动于衷，觉得我小题大做了。他的理由是，这样可以让我变得更坚强。后来说起这些事时，他竟然说从来没有打过我。是的，施害人可以忘记自己犯下的罪行，因为痛的不是他，受害人却不会，因为我是那样一步一步的在心惊胆战和打骂交加的折磨中熬过来的。《琅琊榜》中的男主人公林殊见静妃，静妃替其把脉后泪流满面。要解这火寒之毒，是得挫骨抽筋，穿心扒皮，这九死一生，别人看着的却只是你的一脸冷漠淡然，心智超绝，得麒麟才子者得天下。可是有谁真正知道你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是的，你们大约会看见一个或外表冷漠或阳光乐观的我，但是怎么会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也许外表光风霁月的你也如此。张小娴说，就算亲情也是不平等的。要是你拥有爱你的父母，这份爱被你浪掷了，还是会为你守候，永不会死心。然而当孩子需要父母的爱，父母狠狠把他丢开，许多年后想要再爱这个孩子，却不一定如愿。孩子是会死心的。这份亲情在他最想要，在他幼小孤单偷偷隐气的长夜里没有给他，是不能奢望以后可以赎回来的。我从来不反对善良，但我坚决反对打着为别人好，出发点是善良的旗号，去委屈、伤害甚至摧残别人，成全你自以为是的善良。真正的善良是让身边的人平时自由而快乐，在他们需要帮助时全力以赴。我只会喜欢我的人，只会善待我的人。我很难关心很多自以为对我好的人，虽然我会承担责任。不过如果他们受苦了，我只能像同情普通人一样同情他们，像看见别的孩子骨折时哇哇大哭，我也会感觉他很痛，然后泪流满面一样。没有任何人有任何权利对另一个公平的个体无故加以罪罚。同样，我也不想如此对待自己和他人。所以，如果那些恶魔们打骂你，说自己也有苦衷，你完全可以骄傲地说，对不起，你不值得被原谅。自己还在溺水的人是无法救人上岸的。愿你善良且有力量和锋芒。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何必跟自己过不去？我善良不代表我必须自虐。善良的人往往习惯追究自己，仿佛一切都是自己的错，却没有想过，其实别人并不需要我们的检讨和自责。一切的一切，不过是因为我们虽然长着不同的脸，但都有一颗自卑的心。其实，一个人会怎么样表现自己，取决于他被看见的经验和运用知识或技巧让自己被看见的能力。如果别人喜欢你的最真实的一切，你就会真实的活着。如果别人只能看到你的某一面，你就会执着于这一面的存在方式。如果你怎样做都很难被看见，你就会练就察言观色的高级本领，为迎合任何人的心理诉求，随时调整自己刷存在感的方式。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着被看见、被听见，但是社会和家庭无一例外地教导我们，要看别人想要的东西，说别人想听的话，满足别人的需求后，自己的需求才有可能被满足。一旦某些需要和欲望被阻断，我们自己或周边的人都会下意识地
给我们灌输这样一条信念：你没有满足别人的什么期望，所以才在这段关系里受到了伤害，你伤得活该。所以呢，你要向内的观察，也就是说，要反省自己的过失，一切都是你不够好导致的。这是社会特有的自上而下多点连接的关系依赖产生的结果。必须要洞察的足够多，拥有更多可以依赖的关系，我们才有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资源分配权，让自己拥有更多的安全感。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争取到更多的被看见。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极其特殊的自省文化，大家都打着反求诸己、向内的观察的旗号，来消灭我们的自我意识。是的，只要我们和外界有了摩擦，那一定是我们自己错了。我们要追究的是自己。在追究自己形成的主流文化里，我们从小就被教导如何单向对外，而不是对内。为了对外，甚至不惜消灭自我意识。即使有专门向内的观察之修行的佛教，也如此。所以龙应台的一段话才那样的打动人。我们拼命地学习如何成功冲刺100米，但是没有人教过我们，你跌倒时怎么跌得有尊严，你的膝盖破得血肉模糊时怎么清洗伤口，怎么包扎，你痛得无法忍受时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别人，你一头栽下时怎么治疗内心淌血的创痛，怎么获得心灵深层的平静，心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时怎么收拾啊？奇怪的上下级关系，奇怪的夫妻关系，奇怪的医患关系，以及其他各种奇怪的不自在的人际关系，无一不是这种族类意识洪流中的产品。当你被逼着一直看外面而不是看自己时，没有办法不是压抑的。当所有关系带来的伤害都成了你自己的罪过时，你没有办法不委屈。从来没有人告诉你一切都不是你的错，至少不只是你的错。真正的向内的观察是照见自己在关系里的渴望与压抑，照见那些所谓妄想颠倒的念头背后的本质。当你能坦然地对内时，才有可能真正愉快地对外。因此，向内的观察不是让你去看自己的不完美，而是让你知道自己原本完美，是环境使你的有些认知方法处于盲人摸象状态，不能真正地看到全部。所以，你的某些心智反应模式或行为逻辑，也和绝大多数人一样，非常容易让自己受伤。是向上负责和向外负责的整体环境让你迷失了自己。你并没有错，只是大家都困在了自己里。我们的主流文化让大家都困在了自己里。记得看过一个关于医患纠纷的例子。一个在纽约某医院工作了3年的护士玛丽，因为气候异常住院，病人激增，忙乱中发错了药，幸好被及时发现，没有造成事故。不过医院管理部门呢，还是展开了严厉的问责行动。他们从护理部电脑中调出最近一段时间病例记录，发现由玛丽负责的区域病人增加了30%，而护士人手并没有增加。玛丽工作量加大，劳累过度才犯了错，人员调配错误，这是原因之一。随后又问及人力资源部，得知玛丽的孩子刚满2岁，上幼儿园不适应，整夜哭闹，影响了玛丽晚上的休息。调查人员询问后认为，医院的心理专家没有对她进行帮助，失职。管理部门甚至问责制药厂，谁也不想发错药，一个熟练的护士是不太容易轻易弄混药品的。于是管理部门把玛丽发错的药放在一起进行对比，
发现几种常用药的外观颜色相似，容易混淆，便要求制药厂改变常用药片的外包装，或改变药的形状，减少护士对药物的误食。随后，医院的心理专家专门拜访了精神紧张的玛丽，让她不用担心病人赔偿问题，保险公司会解决。还与玛丽夫妻探讨如何照顾孩子，并向社区申请给予她10小时的义工帮助。玛丽下夜班义工照顾孩子，以保证她能充分的休息。同时呢，医院特别批准她放几天假，帮助女儿适应幼儿园生活。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呢？领导大概率会劈头盖脸地训斥玛丽：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现在医患关系这么紧张，医院没错，还天天被人揪斗呢，你这不是给咱们医院找麻烦吗？然后呢，护理部召开紧急会议，最终本着对患者负责、对护理部负责、对医院负责的态度，扣发玛丽当月奖金，全院通报批评。再然后，如果患者刁蛮，定然滋事生非，媒体也会以此大做文章，义正言辞地批判：忙就可以出错吗？如果这样的话，主刀医生忙就可以给病人切错地方吗？麻醉师忙就可以给病人用错剂量了吗？老师忙就可以给学生讲错知识了吗？甚至可能有类似护士只顾自己的孩子，却给病人发错药这样的新闻纷纷报道出来，将矛头直指护士本人。缺乏理性看待社会问题的精神，是很难让我们主观能动性的去看别人看见中的情怀的。很多所谓的向内的观察，野蛮地逼我们承认，因为欲求不满而产生的怨与恨都是错的，仿佛我们不应该有爱恨情仇，仿佛我们不应当生而为人，仿佛我们没有任何资格感觉自我的存在一样。但这不过是对生命本质需求的极不尊重罢了。你要知道，如果我们不选择喜怒哀乐、爱恨纠缠，我们就不会选择生命。既然已经入了生命的局，顺从生命是超越生命桎梏的唯一办法。如果真有一种所谓的能够重塑自我人格、到达内在圆满、思维通透的方法，那这种方法恐怕只有奇人异士或经历起伏跌宕的人才有可能修得，进入一个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伪通透境界。可其间有多少是无奈接受的，有多少是真正放下的，恐怕只有那些自称很有修为的人自己知道。而一个令人不得不叹息的真相是，我们最缺少的恰恰是向内的观察。真正的内省是每一分每一秒里随时抽离，看自己这个点阵集合体的肉体的执着点、痛点以及释放点。但这需要我们彻底的梳理自己，重建认知逻辑，而不是去听信什么单一学科，去某个名头虽大却只有半吊子专业知识的专家的鸡肋式安慰。你首先应该看见自己，而不是追究自己，不是在你受伤后做人生的差评师，跟着别人说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而是应该学会看清我这个本体是如何在任何一段关系里存在的。你在那段关系里真正需要的什么？那里的恩怨牵念为何会让你欢喜，让你忧？无论你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已婚还是未婚，也无论你是上级还是部下，为父母、为子女还是为伴侣，所有关系里的痛与快乐都在照见你的伤口。是的，包括快乐都在告诉你自己对关系的依赖，都在告诉你要化解自我与外在的冲突。所以你需要看见的是你自己，别再单向的关注世界，别再随大流似的用消灭自己的方式去赢得关注，别再跟自己过不去了。我们是自己的亲历者，解放自己的路丝毫无法假手他人。我们可以善良，
但是我们不能总受了外伤还受内伤。我们要保持自己的善念，但我们的柔软不能成为别人任意糟蹋的底线。自己在岸上，才能救水里的人。真正的善良只与原则有关，和无私奉献多少无关。不要和自己做敌人，不要活在别人的砧板上与牙齿里。你配得起对自己的善待，也值得拥有他人的善意。不要虐待自己，否则别人只会更狠地虐待你。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期话题跟大家聊一聊，有些人误会你，你没必要费力去解释。生活呢，是由无数不可见的细节无限累加而成的，但我们却无法知道每一段密集的细节。为了让生活变得秩序井然，具有可预见性，让一切都在掌握中，我们对行为总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归因冲动。只有知道原因与过程，才能有掌控感和安全感。所以，能不能控制结果很重要。但是如果结果完全不可控，如果一定要受伤，那是不是还会选择接受某种伤害呢？比如，你知道自己注定要失恋，是和一个成功人士甜蜜的爱一段后失恋呢，还是和一个一无所有的普通青年谈一场不甜蜜的恋爱后失恋呢？若有的选择，一般情况下你肯定会选前者吧。一般来说呢，那些成功人士有更多的责任心，这是使他们获得成功的基本品质，而普通青年可能会缺乏责任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女人爱一个成功人士时，潜意识里可能都没有完全在意过物质。这是因为一个人的品质本身也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本能，但由长期的习惯养成，形成一种独特的气质和魅力。在完全失去外在依托后，用时间来检验，他们依然会更招人喜爱，因为他们会更勇敢、坚强、乐观和负责，而这能极大地给女人安全感。有些时候，我们是可以选择的，可惜，大多时候我们只知道全部信息中的某些片段，永远无法控制结果，也没有选择。比如被误会、被伤害等等，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这一切。谁更能接受，更能适应，谁就会变得更优秀。记得有一个姑娘给我讲过一个奇葩误会。有一次，她和第一任男朋友刚搬了住处，打扫卫生的时候呢，他们从床底下扫出一盒安全套来，大约有6、7个。虽然他们非常亲密，基本不用这东西，但出于节约心理，他们俩也没有扔，放在了抽屉里。分手1年以后的某次重逢，第一任男友说：“你知道，我爱你爱得毫无尊严。”他很奇怪，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因为他感觉搬家半年后，男友突然冷淡了，或者不爱回家了。他觉得他已经变心了，受不了2个人长久的沉默，于是选择了分手。虽然中间经历过多次的分分合合，2人呢也打算结婚，但是他觉得自己始终没有得到完整的爱，他不会要一段无爱的婚姻。在打算登记的前一夜，收拾行装，趁着他睡着后离开了。他说：“我那时觉得你就是我的妻子，但是我不能忍受我的妻子跟别人上床了。只要一想到这个，我恨不得杀死你和那个男人。”经过无限的痛苦纠纷后，我选择了放弃男性尊严，想着只要和你在一起就好。她非常费解，心想自己跟男朋友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根本没有接触过其他男人，
男人不爱自己就罢了，何必还污蔑自己呢？他抽了根烟说，都这时候了，就别装了吧。你知道吗？半年后，我在抽屉里发现了一盒安全套，但我们2个是不用的。我只是不想说，不代表我不知道。他努力解释实际情况，但他说，那只是他编造的一个不成立的荒谬理由。是的，他完全不记得当初的状况了。无论他再怎么解释，他就是认为他出轨了，只是不承认而已。即使他想和好，最后也还是不欢而散了。他自嘲道，还是不恋爱了吧，因为好像只会收获被误解和伤害。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来。阳台上，一个女人想把前一天晾的衣服收回来，但她不知道晒干了没有。由于刚洗完手，手上沾了水，她无法用手来试探衣服是否干了。于是她用脸去蹭衣服。这时楼下一个男人看到了这一幕，他瞬间愣住了，因为他看到她在用鼻子如痴如醉地闻一条男士内裤。他看到了他注视自己的目光，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脸贴着的是一条内裤，他好害羞啊。那天晚上，这个男人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老婆。咱家楼上有一个女人，专门喜欢闻她老公的内裤，今天下午她正在闻的时候被我看到了。人们观察到的往往只是全部信息中的一个片段，但很多人会认为这个片段就是事实的全部。他们因此得出结论，并认为自己的结论是对的。有很多人一遭到误解，就想努力解释清楚实际情况，其结果不过2个：一是变成祥林嫂式的倾诉狂，二是引发争端，轻则发生争吵，重则发生流血事件。我们浪费了那么多力气去解释，不过是一颗脆弱的心渴望得到信任罢了。人的思维能力、人生阅历、感官功能都有各自的局限性。面对这种局限性，成熟的人有2种做法：一是不盲目的下结论，不迅速的下结论，始终保持一种我需要获取更多信息的谦卑态度；二是说话做事留有余地，即使有100%的把握，也只表达出90%，给自己留10%的余地。被误会几乎是生活的常态，但是如果一定会遭遇被误解和被伤害，你只需要懂得，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情绪出口，而这些几乎造成了绝大部分的关系被伤害。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法言说的悲伤，假如你眼光足够高远，你就会放下或超越这些纯粹的情绪困扰，做更重要的事儿。像一位智者说的，现状无法马上改变，你也无法马上改变别人对你的认知。普通人只能在本能的情绪里挣扎，无法释怀。而智慧的人懂得本能，虽然也会悲伤，但会超越悲伤。尽一切可能，不要让自己留下伤心和遗憾。你只需要记住，被误解和不被理解是生活的常态。我相信，有时候经历些山河岁月会更好。别把太多时间浪费在求别人相信自己的人品上。真善恶我自知，不能证明真伪的我不必全知。是非对错任由他人评说。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集话题：撕掉你身上的好欺负标签。
当我们为自己贴上一个认知标签时，我们的某部分就会变成标签中的那个样子。在我们的环境里，往往只能是事件改变人，而人改变不了事件。皆因所有人都是处在各种事件之中，而形成了马克思所言的一个人是其自身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也包括我们的观念和认知。我们对某种情境的定义，也是我们面对的一种社会事件及其相关关系的总和。如果我们有一个错误的定义或知觉，对我们面对的社会环境有理解偏差，接着我们就会以对这种环境的不准确理解为基础，做出新的解释体系和相应的行为，使我们的活动向我们的理解偏差靠近。其实我们是自己观念的产物，心中有佛，所见皆佛，境由心转，相由心生。心中有佛，念是佛念，见是佛见，行是佛行。见与不见，无非自信。期望确认效果起作用时，我们会将感知的世界里的某种期望，通过行为明显地表达出来，或者在我们的心中秘密地表达出来，从而使世界符合自己的期望。这在心理学上叫做行为确认。这种确认会使我们从他人身上诱导出他们对我们的标签认知，从而使他们确认我们的标签后，就能创造出一个公共现实。也就是，如果我用某种行为对待某人，便会用表现出我内心里期望得到的标签。于是呢，他们便会得出一些简单粗暴的结论。大家会说，没错，他就是那样的人。通常情况下，如果我们用善良或以善良的名义包装自己很软弱、很好欺负时，差不多大家都会欺负你。网上曾经流行过一句话，大意是，每一个你不想要的现在，都是过去懒惰的自己导致的。上司屡次拿我的终身大事进行说教，在他看来，我这个优质女之所以被剩下，纯粹是因为我玩世不恭，逃避婚姻牢笼，故意不嫁。如果我愿意呢，分分钟就嫁出去了。由于他过于关注我的终身大事，以至于我有时候怀疑他是不是想要我嫁给他。但是当他再次对我进行洗脑时，很快就被我的逻辑思维打败了。一次吃完饭，他给我封了个人间妖孽的称号后，就再没烦过我了。虽然我在辩论上以绝对的优势把他彻底碾压了下去，但事后也会非常悲伤。我并非他所说的排斥婚姻的人，相反，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渴望真爱，希望寻找一个才气纵横、文采彪炳、思想更绝古今的人来爱我。但是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我只好退而求其次，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这真是让我不甘心。像我这么聪明有趣的才女，难道不可爱吗？没办法，那些成功人士似乎要的是盘量调顺的，我只好认命了。每当现实挫折来临，只能独自去扛时，我便会怨恨生活不公，竟然连一桩婚姻也不肯成全我。我们那儿的姑娘非常好嫁，绝大部分同龄姑娘都嫁了个经济条件不错的人家，连50几的驼背女都能嫁个不错的人家。像我这种正直、美好年华、蕙质兰心且不图物质的好姑娘，竟然嫁不出去，难道果真是造化弄人吗？不过我发现，我以为的并不是事实真相。每一个我所想要或不想要的现在，不过是过往的选择导致的。换句话说，我之所以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不过是过去的自己让我变成这个样子的。就结婚这事儿来说吧，虽然我很羡慕那些长相不一定比我好，却拥有美好婚姻的姑娘，但是我清楚地记得，曾经的自己一度不屑于那些美好的婚姻。
我曾下定决心绝不嫁给我们当地的人，后来下定决心绝不找一个要我生孩子的人，再后来我又下定决心绝不找一个什么什么的人。事实上，并不是我没有遇上优秀的对象，只是因为我曾经给自己设置了太多条条框框。比如几年前，在上海有2套房并且自己开广告公司的男生，非常殷切的要娶我，我却因为没有感觉，不想生孩子，他妈妈皮肤黑等奇葩原因，夜半逃离了。有过2次不成熟的恋爱经历后，我才遇上了于我来说正式的第一任男朋友。那些曾经能给我相对殷实生活的男生，我总是看不上。一旦看上了，开始违心的交往，最后呢，会不堪忍受而逃跑。其实在现在看来，人家并没有什么让我无法忍受的缺点。那些无法在一起的原因，大概只有自己知道。现在，我手机的通讯录里面只有5个联系人。是的，我渴望与世隔绝，也选择了与世隔绝，所以我才成了一个剩女。事实是，我是首先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嫁不出去的剩女，才真的嫁不出去的。我母亲习惯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受人欺负的人，结果她的一生真的如此了。由于是遗腹女，从小没父亲，所以她没有得到很多的家庭温暖。外婆呢是个脾气温和的人，在管教我母亲上基本无能为力，只能靠我母亲的舅舅去管教。舅舅虽然勤劳，但在育人方面基本上只剩打骂了。所以我母亲就被教育成了一个同样重男轻女的人，认为女人就该挨打才能教育出来。从小被教育不准乱说话的她，最大的本事之一就是一开口就会得罪人，以至于家里的小外甥一见她便说：“外婆你别说话。”从小到大，身边的人不是和她吵过架打过架，就是正在吵架和正在打架。母亲被父亲打是常态，经常被打得躺在床上，真应了她一辈子都被欺负的自我评价。前一阵子她来我家住时，也天天和我吵架。原因很简单，一个人如果习惯了对事物的认知和看法，就会习惯性地认为事物就是那样子的，而懒得思考真相，查看现实。想着她来深圳不易，又没有吃过什么新鲜稀奇的东西，所以呢，我便买了只波士顿大龙虾来取悦她。见我提着大盒子，她问我买的是什么，我说龙虾。她说她在广州的某个邻居养了好几亩池塘的龙虾，长得非常大，起码有3寸长，比她见过的最大的虾还大。我对她说，她说的是小龙虾，不要把小龙虾和龙虾混为一谈。她不听我的话，只说她真的见过那种钳子很大的龙虾，并且很贵，要卖几十块一斤。我气得把盒子塞给她，对她说，你见没见过，自己打开盒子看看就知道了。所以呢，一旦将事物贴上某个标签，先入为主的概念，会使你失去最起码的探索精神和追求真相的能力。人也如此，一旦给自己贴上了某个标签，很多时候呢，你就活成了那个标签。标签是一种封闭式思维，如果你给自己贴了善良、好欺负这类容易被人强势对待的标签的话，越快撕掉越好。心理学家埃伦·兰格认为，当我们注意到某人的行为与我们的期望不同，而又没有努力去了解和理解背后的故事时，就容易对别人做出极端的评价。这也是歧视的根源，未能看到他人完整的一面。封闭式的思维方式的典型特点就是标签化，常常会把别人的差异看作不可饶恕的愚昧和错误，并因此常常愤愤不平，甚至觉得他人不可理喻。这既造成了人际矛盾，也给我们增加了无端的痛苦。太多的标签
会让我们执着地认为生活只应该有一种可能，我们喜欢的那种可能。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集内容跟大家聊一聊，不必总做老好人当乖宝宝。如果你对所有事儿都来者不拒，那会怎么样呢？拒绝别人又会怎么样呢？对于很多人来说，说不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起码对我是这样。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给了我这样一种错觉，好像说不本身对别人就是一种伤害。所以我从来都对如何恰当说不非常感兴趣，也很佩服那些始终忠于自己的内心且勇敢说不的人。相信在这个好人文化深入骨髓的社会中，很多人都感同身受。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所谓好人的确切定义，但是我们有种感觉，就是似乎好人对别人的要求和期望从不说不，因为我们习惯了取悦别人，拒绝就意味着伤害。一份研究表明，爱取悦他人的人易向潜在的社交压力屈服。如果取悦者的朋友正在吃甜品，比如说糖果，那么取悦者常常会选择吃跟他的朋友数目相同的糖果，这样呢，他的朋友就不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尴尬。换句话说，在某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朋友的舒适感比自己的更重要。而事实是，在生活中，拒绝来自朋友的邀请，或是拒绝去做工作中那些并非由自己负责的项目，是完全正常的一种行为。虽然拒绝他人的邀请或要求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但从长远来说，你是在帮自己，因为这样会让你避免去做很多无用功。我们之所以不敢说不，是因为感觉说不是可耻的。很多人从小就没法忍受别人对自己失望，潜意识里希望周围的所有人都喜欢自己。在单位里努力做到让领导满意，让同事开心，回家后不辞辛苦做好所有的家务，让家人满意，让伴侣安心。在电话里从来不去回绝父母或亲戚交代的事情。但是有没有那么一刻真的觉得很累很累，甚至感到深深的委屈和生气？为什么做个好人就这么难呢？一个女孩说，以前我认为拒绝别人很自私，所以呢，别人说什么我都马上说好。特别刚工作那会儿，同事说什么就做什么，给他们买饭、拿外卖、取快递。后来他们把所有的杂活都推给我了，甚至因此耽误了自己的正事儿而被领导骂。其实我是想拒绝的，但又怕因此被同事孤立，所以呢，只好自己承受下来。在大半年时间里，经常委屈的半夜里在被窝里哭。直到后来公司又进了新人，我真的拒绝了同事让我在工作时间跑腿儿，但也没人说我不好。就是从那一刻起，我突然发现，从前的憋屈其实根本不怪别人，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恐惧和担心。从此以后，说不的时候特别理直气壮。前一阵子，有新人抱怨我什么都藏着掖着，不肯教他们。我感慨地想到，自己曾经作为伸手党而吃的苦，因为总是期待别人教我或告诉我点什么，所以我一直没有去思考自己要主动学点什么。因为总是期待别人给我机会，总是希望别人帮助我，所以自己总是懒得付出。比如，我曾对很多语句的规范用法很不熟悉，所以每天要问领导无数个问题。这个词中的某个字是这个字吗？这个句子中的连词可以这样用吗？海绵真的是一种动物吗？
左肝右肺这个词对不对呀？搞得领导几乎崩溃了。后来他干脆丢给我3个字：自己查。后来呢，我也成了公司的元老级人物，同样也有很多新人来问我事儿。一开始我都满足他们的要求，耐心地给他们解答。慢慢的，他们习惯了当我是免费的秘书，问那些在我发给他们的文件里就有的问题。问了无数次后，我终于像我从前的领导一样崩溃了，干脆就丢给他们3个字：自己查。因为你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总说，其实你说的这些大道理我都懂，其实你发给我的资料我都查得到，我就是觉得直接问你比较快。其实你说的标准我也明白，我就是觉得直接问你不用想那么多。他们用最侮辱人的方式告诉你，他们只是不愿想，要是愿意想的话，你多年以来的经验和学习他们全都懂，或者只需要去想一想就全都会了。天哪，我这时才知道当时对领导有多么的不敬。伸手党最可恶的地方就是理直气壮的索要，并且还看不起你的付出。在我们的社会中，对彼此深刻的依赖，对人情的过度看重，似乎已经深入我们的基因。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心理学研究表明，西方人把个人感受作为幸福的标准，而东方人往往把别人怎么看自己放在自己的感受之上。能够考虑别人的感受固然是难得的美德，但如果一味地在意和顺从别人对自己的评判和期望，那就可能是人格上的依赖。我们害怕说不，往往因为对别人的肯定和赞许过于依赖。换句话说，我们缺乏自我肯定和欣赏的能力。当我们向内求不得，就会不顾一切地向外索取，通过不断地对别人说是，维持一种成瘾性的受虐关系。作为报偿，我们换得了别人赐予的暂时的价值感和安全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我们对别人说是，我们就不用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所有的决定都是别人做出的。因此，我们也就免除了失败时面对自责自卑的深渊。而我们害怕说不去伤害别人，也不过是我们自己脆弱和依附性的投射。我们所害怕别人遭受的伤害，其实往往是我们自己的死穴。所以，这么看来，依赖多半是因为自我不够强大。健康的人格和人际关系取决于依赖和独立的平衡，而独立产生于对自我的理解、接纳、尊重和欣赏。这正如我们开始蹒跚学步一般，迈出独立行走的第一步需要的是勇气，不过这勇气也可以诞生于痛苦。上面提到的那位朋友最终被逼无奈，真的是到了 to be or not to be 的地步了，终于开始学着自私一点，开始尝试对自己说是，对别人说不。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感觉好极了。他今生第一次发现，原来尊重自己的感受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忙不过来也可以拒绝同事的要求，太累了回家也可以不做家务，做不到的事情无论谁说也可以不应承。除了感到轻松外，最让他意外的是，不仅同事、朋友和家人没有远离他，反而开始学会征求他的意见。他发现自己不但没有被边缘化，反而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和重视。其实呢，很多时候别人之所以会伤害到我们而毫无察觉，正是我们不知道如何说不。因为说不本身是在帮助别人了解我们的人际边界，而我们对他人而言不存在边界的时候，粗鲁的入侵会随时发生。所以，当我们谦卑地放弃说不的权利，反而去怪罪别人得寸进尺，不顾及他人感受，自私自利的时候，
我们是否该反省一下，是不是因为自己才导致了别人的这些行为习惯呢？所以，别把你的爱人、同事、朋友或上级宠坏了，学会说不，这是自尊自爱的开始。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说是的时候，就是在对自己说不。当然，对别人说不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方法和技巧，在下一集当中跟各位继续分享。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这一集跟大家说一说20种方法帮你说不。说不的方式虽然很重要，但说不的勇气更重要。我个人的经验是，学会说不没有捷径可走，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和尝试。不得不说，获得说不的勇气更多的是被逼出来的。让步太多，痛苦太深重，把自己逼到角落里，这个时候已经是 to be or not to be 的问题了，所以没有选择。即使两腿发软，依然还是不得不迈出这一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一向表现为好好先生的人，会突然决绝的爆发，让人大跌眼镜。周围一干人等才突然明白，哦，他原来一直都是违心的呀。当你开始说不，你会增加自信以及对自我生活的把握。你会发现，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就会进一步增加你说不的勇气。我的经验是，你会开始发现，你没有自己一直所认为的那么依赖他人，依赖他人的评价。你有权利设定自己生活的优先级。这个权利不需要向他人索取，更没有必要去证明其合理性，因为这是天赋人权的一部分。说不，不是为了给拒绝帮助别人找借口，更不是为了逃避责任。相反的，我认为，在恰当的时候对自己诚实，对他人诚实，正是尊重自己和他人的表现。当你对什么事儿都说是的时候，你就把自己放到了救世主的位置上。这个位置并不属于我们人类，你并非无所不能。这个事实你不说，别人也很清楚。所以，承认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反而说明你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接下来是如何学会说不的经验之谈，相信对你有借鉴意义。第一个，我现在手头正在忙好几件事情。说这句话是让别人知道你还肩负着其他的责任。如果没有多余时间，你也不需要另找借口。没有人会因为你已经有事在身而责怪你。第二个，做这些事情让我很不舒服。你做有些事情的时候，可能就是感觉很不爽，可能是因为共事的人或环境，直接说明你不喜欢做的事情，是摆脱粘手的好办法。第三个，我现在不准备再承担新的任务了。你并没有说你以后不再出手帮忙，只是你觉得自己的日程表已经排得很满了。了解你自己的极限也是一种能力。第四个，我并不是最合适这个工作的人选。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适合的技能，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最好直接承认自己的不足，避免因接手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工作而最后崩溃的最好办法。第五个，我并不享受那样的工作。生命不应该是个苦差事儿，既然你不享受，那为什么又要做呢？不要害怕让别人知道你就是不想做。你不享受的工作，也许别人做起来很享受呢。第六个，我的日程已经排满了。诚实地表达你的日程已经排满了。排满本身并不意味着真的没有任何空档。
你的日程表应该是根据你的承受能力而定的。第7个，我不喜欢同时分散精力做好几件事情。让别人知道你是为了给对方更好的帮忙，但是你注意力分散的时候是无法做到的。让对方明白，如果你一次专注一件事情会更有效率。第8个，我已经答应了另外一件事情。不论这件事情是什么，这种事情也可能只是你与家人、朋友在一起或者独处的时间。你不需要证明自己选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你就是没有时间。第9个，我在那方面没有任何经验。志愿帮忙并不一定要再重新学一套技能。提示对方去找有经验的人，告知对方你可以在你有经验的方面提供帮助。第10个，我知道你自己能做得很漂亮。人们在怀疑自己能力的时候，经常向别人求帮助，让他们知道你对他们成功有信心。其实从长远的角度讲，你在做一件对他们有益的事情。第11个，我需要更多的照顾好自己的个人生活。不要因为觉得想和家人在一起而觉得羞愧。拥有稳定的家庭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能把自己需要放在前面，对自己负责是对别人负责的开始。第12个，我现在必须专注在我的事业上。你需要经常将注意力放在与工作有关的事情上。有时候你需要放弃一些其他方面的活动和责任。如果你不做，其他人会替代你。第13个，我需要给自己留一些时间。有时候自私一点并不是坏事情，像对待你的其他约会一样来对待你的私人时间。在日程表上排出你的个人时间，并用你的生命来捍卫它。第14个，我宁可不做，也不愿意凑合。知道什么时候你无法有质量地完成工作，原因并不重要，如时间不足、技能不足等等，只要这原因足以让你拒绝对方的要求。第15个，我愿意帮助完成另外一个任务，做另外一件事儿。说不，并不等于你一点忙都帮不上。如果有人让你帮忙做一件事情，你看不上，你可以拒绝，然后给出一些你愿意做的事情。第16个，让我给你介绍一些能做这件事情的人。如果你确实帮不上忙，可以提供其他可靠的资源。转介对方与有帮助的人认识，本身也是有价值的服务。一定要确认你所转介的人是你认可的。第17个，直接说不。有的时候直接说不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说的时候要表达足够的敬意和礼貌。对事情说不，不等于对友谊说不。第18个，现在不行，但是我晚点可以做。如果你真的想帮忙，但是没有时间，不妨直说，再稍后给予帮助。如果他们不能等你，他们会再找别人。第19个，突然发生了一些事情需要处理。意外发生打乱了你的日程，接受你可能需要做出一些调整的事实，这只是暂时的，情况稳定下来，你会有更多的时间。第20个，这真的不是我擅长的事情。承认自己能力有限，没什么大不了。了解自己什么能处理，什么应付不了，这也是种能力。你的时间会被有效地应用在那些你更擅长的事情上。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恰当的说不的经验或者好点子，欢迎在评论区一同分享。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呢，我们将进入到第2章的分享。那些总是要我们体谅的人，请你走开。第一个话题，别理那些内在的好人，外在的恶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的精神追求和行为结果决定了你所处的阶层。很多人并不想做能为社会创造巨大价值的社会精英，也不想做庄子、颜回那样安贫乐道、享受精神世界无纷扰的淡泊名利者，而是想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能决定别人命运的人，以彰显自我存在感。想要彰显自我存在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要想成为这类人并不容易。这对胆小怕事，因为害怕失败而一直过得很失败的人来说，更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人能够什么都不做就能掌控一切。事实经常是，你必须十分努力，才有可能多一点点选择的可能。我们常说，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偏执狂并不多，大多数都选择了所谓的中庸的处世之道，最后成为平庸之人。既然只是平庸的大多数，就难免会有平庸之人的毛病，比如性格中的反复无常、优柔寡断和言而无信等缺陷。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往往是自己的本事配不上自己的野心，最后成为高不成低不就的平庸之人。而这类人常常觉得自己很脆弱、很善良，却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内在的好人，外在的混蛋。所谓内在的好人，就是每件事都打着我的出发点是好的旗号。所谓外在的混蛋，就是凡事要别人理解自己，满足自己的食欲。有些人会这样说话，哈哈，我只是说话比较直，你别介意啊。我只是脾气急了点，你就原谅我吧。我这个人就是这种性格，你别往心里去呀。好人们的思维很奇怪，往好点说，这叫先斩后奏，先把自己的缺点说出来，希望别人理解，希望别人满足自己的意愿。往坏点说，这叫多重标准主义者。看别人时用结果思维，只要别人有做的对自己不好的地方，就怪罪别人。看自己的对错时用出发点思维，只要自己的出发点是为别人好就行，就希望被理解，因为出发点是好的。所以只要有点脾气不好，或只是有点刀子嘴豆腐心，就希望得到别人的宽容。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没有人有义务包容你的有点脾气不好或有点刀子嘴豆腐心。当你还不够强大时，你对这个世界的依赖比其他人要多得多，你就更需要身边的人的爱和付出。此时最好不要打着有点脾气不好或有点刀子嘴豆腐心的幌子去伤害别人，同时还要求得到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满足。这里有一个残忍的真相：一，很多人其实是内在的好人，外在的恶棍。你以为你很善良，其实在别人眼里你是个不讲理的人。二，很多人看别人时用结果思维，看自己时用出发点思维。于是很多时候呢，他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喜欢随心所欲，哪种情况对自己有利就做哪种选择。但由于智慧未开，习惯的被动使得他们下定义时总是那么仓促，不愿意多观察一点，多思考一点，结果总是选择错误，眼睁睁地看着优秀的人名利双收，然后感慨，我这么委曲求全，还是什么都没捞着，还招了小人。我在看《圣经故事》这个纪录片时，看到了彼得3次不认主的故事。知道自己即将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让门徒们四处奔逃，保住性命继续传道时，彼得立即表示誓死追随耶稣。耶稣看了他一眼，忧伤地笑了。你现在虽然信誓旦旦，但你会有3次都不承认自己认识我的时候。
彼得在坚决表示对自己的忠诚、勇敢和有信心时，眼神慌乱。结果，耶稣被捕时，因为害怕承认认识耶稣而惹祸上身。彼得否认自己认识耶稣。当然，我也不是说彼得就是个坏蛋。尽管彼得有过3次不认主的事儿，仍然不能否认他是一个伟大的圣徒。很多好人并非真的好，而是没有本事坏。我的邻居是公务员，在边缘岗位待着时，总能听见他咒骂贪官的腐败行为，并且信誓旦旦地说，要是自己当大官，一定会两袖清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那个时候他位卑言轻，无人攀附，确实也做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后来他突然走运，手中有了权力，人就变了，开始从群众手里拿金砖银瓦，再后来他就落马了。可见，在甜头面前，如果没有足够的定力，人性的弱点总会暴露出来。对别人的诅咒，本质是对自己境遇差、能力低的愤怒，因为好处没有轮上自己。而置身事外、袖手旁观的淡然态度，一旦身临其境后，便会迅速地零落成泥，碾作尘。好人在看别人时，只会用结果，甚至是自己看到的表象来审判别人。不管是误解还是真实的伤害，只要能立即让人产生苦乐痛痒等感受，他们马上就会给你这个人和行为贴上各种标签。只要你对他们好，他们就认为你人好。可是当你一旦对他们不好，或者只是稍微有点脾气不好，或有点刀子嘴豆腐心，他们就受不了了，马上觉得你人很坏。而至于你是不是果真如他们想象的那样，他们并不关心。换句话说，他们感觉正确的才是正确的。如果他以爱的名义来伤害你，你也应该理解他，而你却不可以因为任何原因伤害他们。你不明白，那些理解你的人之所以理解你，只不过因为他们没有受过你的伤害，没有吃到你给的苦头。一旦受到了，他们就会对你给的伤害进行报复。所以，做真正的好人，难就难在你得跳出个人感受，不仅要做一个外在的好人，还要做一个内在的好人。别打着内心很善良的名义做损害他人的事儿。内在的好人，外在的混蛋，这种生活模式恰是很多人之所以把生活过得苦不堪言的原因。他们倒不是真的有多混蛋，而是不明白，除非是身体上的巨大创伤，任何精神上没完没了的自我纠缠和摧毁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其实，我们应该接受这样的现实：一，对别人来说，你的感受根本不重要；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某种意义上，没有人能对你的人生完全感同身受。所以，你难受了是你的事儿，生活不会因为你不能跳出被难受控制的感觉，就不再施加给你其他的难受。孩子不好带，让你难受了，但还得带下去；工作让你难受，不想干了，但还得干下去。孩子的成长，工作的成绩，便是我们所有难受最伟大的报偿。其实难受挺好的，上帝不想你无聊，才发明了折磨、痛苦和幸福快乐，让你的每一个当下都有存在的感觉。所以，跟家人吵架是正常的，跟领导相处不爽很正常，和同事闹矛盾也很正常，被客户或合作伙伴无理取闹同样很正常。你只需要在难受里把该做的事儿坚持做下去，便不失一种情怀和境界。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
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期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千万别为我牺牲，受不起道德绑架。那天下班后呢，我坐地铁从文汇路回万寿路，忙了一天，午饭都没吃上，焦头烂额的，总算在下班前完成了任务。由于实在有点困，上了地铁后呢，正巧碰到个座位，就直接坐在那儿开始打盹儿，睡得正香，突然有人碰了我一下。一个50几岁的阿姨说：“丫头，没看见边上有老人吗？”语气极度冷漠，跟下达命令似的。然后指了指旁边一位约有70多岁的老爷子。我当时困得不行，想伸下腰再起来，阿姨又拍我肩：“年纪轻轻的，怎么一上车就睡觉呢？不照顾下老弱病残孕吗？”我只好站起来，随口说一句：“不好意思，今天有点太困，没注意到。”阿姨瞪了我一眼，说：“年轻人不要太张扬，让你给老人让个座，你这点素质都没有，谁没有老的时候呢？等你像我爹这把年纪，你就知道了。”我说：“我们体谅您，可您也要体谅一下我们吧。我们工作累了一整天，难道就不能在地铁上找个座位坐一会儿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是建立在平等交换的基础上的。我有梨，但想吃你手上的苹果，就需要和你商量。一个梨或多少个梨才能换你手上的一个苹果？意见一致后才相互奉献。但是，在一个没有平等观念的社会里，就变成了：我想用梨换苹果，就把梨给你，不和你协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要接受，并且把苹果回报给我。没有平等观念的民族不会有契约精神，一个没有契约精神的民族，其成员也不会有什么独立精神。所以在那样的国度里，就更难去谈公平。比如女人自以为自己做了家务，照顾了孩子，觉得自己付出了辛劳，就应该得到足够的爱，得到男人一辈子的钱去花。比如男人总以为自己是一家之主，心里有什么想法都不愿意与身边的爱人说，觉得女人总是无理取闹，很难和她达成足够的共识。直到有一天，两个人越走越远。所以如果你要谈善良，就一定要谈公平。如果你只要求对方善良，而自己却做不到，甚至还要埋怨对方忘恩负义，那请你切莫去谈善良。自己躺在幻想里，不考虑别人的辛苦和委屈，就不要怪别人有天对你爱理不理。如果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对于那些不理解你的人，也请离开他们吧。如果他们要你善良，那你就假装自己是个恶人，你不必善良的孤军奋战。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这一集的内容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对那些以爱的名义伤害你的人说不。我母亲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厨房和家务，也奉献给了她自以为是的付出。爱与奉献是她的舞台，一生的光荣与梦想是她的出发点与归宿，也是她的人生战场与根据地。这是她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的人，大多数中国式妈妈的生活与命运。他们活着好像就是为了吃饭和生儿育女。一个人一辈子似乎没有想过别的活法，这么一想，便为他们觉得不值。在为他人付出方面，他实在是过于善良，但这似乎也给我带来了莫大的伤害。我每次去广州，他都会做很多饭菜，经常会有一半甚至一大半会因为吃不完而倒掉。
他每天那么辛苦地把食材买回来洗好，然后烹饪，好像就是为了最后把它们倒掉似的。他知道这样做会令我们感到不快，会担心我们指责他，便会在饭桌上不停地劝我们多吃饭菜。他的惯用招数是先做一大桌子菜，趁我不注意的时候马上舀起一大勺菜放进我的碗里。倘若我吃不完剩下了，他便会数落半天。这种不由分说的强迫常常会把我弄得颇为恼火。再好的东西，如果不是别人需要的，也会成为梦魇和负担。偏偏这些以为自己在爱你的人，是完全不会顾虑你的真实需要的。无论你如何反复地表达自我需求，他们就是听不见。我从小就对猪肉过敏，甚至不能闻猪肉味儿。有一年过春节，家里挂着有人从江西送来的腊肉，在北京习惯了吃素的我被熏得够呛，以致半个月没有吃下家里的饭。他明明知道我对猪肉过敏，还会在每次去见我时买很多猪肉。我知道挑食这件事儿对身体不好，但如果一个人因为对猪肉过敏而不吃猪肉，这算不上挑食吧？除了挑食，我对猪肉的恐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记得少年时，老家过年呢有杀猪的习俗，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其他别的原因，我也参与了一次过年杀猪的仪式。那天天刚刚亮，我便背了一篓的包谷芯去烧火。轮到杀我家的猪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正好目睹了那次杀猪的过程。我站在杀猪台前，只见4-5个大汉将猪按住，接着杀猪匠拿着一柄长刀狠狠地捅进了猪的脖子，只见赤红的鲜血喷涌直下，至血快尽时，那头猪最后蹬了几下腿儿便不动了。我并不是怕血这种东西，只是对猪脖子上那个血肉模糊的刀洞感到触目惊心。要不是因为反胃，我肯定会晕过去。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所以我对猪肉是格外恐惧的。然而，我的母亲呢，似乎并不能理解我的这种恐惧。每次回到家，即使我再三叮嘱她不要买太多猪肉，给我做一份素食，她还是要辛勤地做一大堆猪肉菜。我想，可能她永远不愿意听我的诉求。她的善良只是想满足她自己的需求罢了。听不见别人的表达是自闭，不想尊重别人的意见就是自私了。所以，有些善良其实是戴着自私面具的善良。我的母亲自以为很善良，心肠软，对人呢也很热情厚道。是的，这一点有目共睹。她常常会主动去做一些助人为乐的事儿。家属院里有户人家的老太太，儿孙很少回来看望她，照顾她。我妈做了好吃的呢，就常给老太太送过去。做这样的事儿能让她获得欣慰感、满足感。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她的控制欲也特别强，习惯对所有的事情指手画脚。对于一个屋檐下的人或者与他共事的人，只要对方和他意见不一致，哪怕有一件小事与他有分歧，他都会马上翻脸，甚至到了与人水火不容的境地。不论大事小事，如果和人意见不一致，争执起来，最后他占不了上风，他就会闹个没完。他那种经不起事儿的善良，我总觉得是伪善良。我无法改变他，只好置之不理。生活中，这样待你的人还有很多，除了父母，还比如你的恋人。有一次呢，我喝了男朋友送我的一瓶红酒，不料因之而喝醉，还受了伤。知道我受伤，出差哈尔滨的他连夜坐飞机回来看我。听见开门声时，心想，终于有人来安慰我，来缓解我的疼痛了。不料他刚进门就大声地喊道：“家里怎么这么乱呢？你今天没有打扫卫生吗？你有没有点良心啊？你不知道我受伤了吗？难道你这么远回来就是为了指责我的吧？
我举起受伤的手对他说，你没看到我都伤成这个样子了吗？你叫我如何做家务呢？我实在不明白他的爱心，既然能3更半夜的从外地回来，就说明他是有责任心和爱的。但是回来后他却不先问我的伤势，而是指责我没有做家务。他不顾我的感受，还继续说道，但是你也不知道收拾一下吗？我被气得想拿手中的东西丢在桌子上。我现在需要的是找医生帮我包扎伤口，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带我去医院。平时十分宠着我的男人似乎没有听到我在讲什么，虽然他的本意是好的，也是想回来带我去看医生的，但是他却从来没有照顾过我当下最迫切的需求，只是一味地发泄自己的抱怨。不用说，和不顾别人感受的人在一起生活有多难受和委屈啊。无论是母亲还是男朋友，他们都是有善意的，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正常地表达自己的善意，而他们展现出来的那种关心已经在无意间伤害了最亲近的人。我总是感觉无论自己再怎么努力，也不会得到一点实际上的正反馈。那种感觉就像是我已经掉到井里了，他们还要往井里扔石头，并且说可以当台阶。他们永远不明白，我真正需要的其实是一根绳子。我们要常常为别人着想吗？对不起，我担心有一天我的温暖和柔软被别人踩在脚底下，还让别人觉得硌得慌。如果有人不懂你的真实感受，还故意伤害你，那么请不要过度的去善待那个人，也放自己一条生路。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没有必要体谅所有人，反正有些人也不会体谅你。很多人活在世上的意义似乎就是为了证明自己，似乎总是想对别人说，我告诉你我是正确的，你不相信我是吧？好，那我证明给你看。相信我的，我为你死；不信任我的，我让你毁。为证明而战，一路走来，他们都在试图通过证明自己，来让别人理解自己，相信自己。所有的证明者都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活得无比辛苦。他们一边感受到了为了不妥协退让而拼搏的苦，一边仍给自己打气，逼迫自己熬过所有的磨难。为了争那口气，誓死也要扛到底。当你正在忙着，有人突然跳出来骂道，你就是个骗子。只要不关自己的事儿，理性人一般都会觉得这种人没素质，一般懒得理睬。理性人只会在意极个别的自己重视的，或比他更有影响力的人怎么看他，根本不在乎其他人怎么看自己。但是证明者会停下来想，他为什么说我是个骗子呢？我哪里欺骗他了？我哪里招惹他了呢？他这样说，旁边的路人都在看我，人家还以为我真的是骗子呢。不行，我必须要证明给他看，他这人一定是有病。我要让他承认他的问题，我要让周围的路人都明白我不是骗子，是他有病。证明者习惯性地把别人口中的你同化成自己，而不是理解和接受各自的认知力。证明者总是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无法接受任何差异，所以总会在某些在别人看来平常的事情面前觉得诧异。比如，如果有人迷信因果思维，就会成天说一些奇怪的逻辑理念逼你接受。比如他们会说，你爷爷杀了人，所以你会得皮肤病，你弟弟会残疾。
是不是因为你交了2个男朋友，所以老是做噩梦，感情一直不顺？像这一类的话，倘若你不信他的语言，他们就会觉得你没有信仰而暴跳如雷。还有人呢，会拿一些类似某某某开餐厅犯了杀生业，所以没2年就家破人亡，像这样的标题文章给你看。如果你不赞同他的观点，小则吵架，大则绝交。他们会自动屏蔽不想知道的一切现实，却一味地按自己的喜好断章取义。他们不承认这世界的多样性，不懂得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应该有各自的生命轨迹。正因为每个人有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经历，才有了一个绝不雷同的认知体系。有些人凡事只从自己的认知出发，去揣测、揣摩，甚至评价、抨击另一个人，却完全忘了对方也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体验场，有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认知体系。有时候，即便我们使用换位思考，也无法对他人的一切感同身受。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守住自己的界限，不去侵犯他人的界限。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基本上培养的是我们的记忆和认知能力。除了死记硬背书本的知识外，就是被要求做什么，或被告诫什么不能做，缺少一个人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所以，对网络上转载的一些东西，如果不是专业人士的话，很多人是缺乏鉴别能力的，只能凭感觉去接受自己能理解的东西。凡是他们感觉有用的，就会转上一遍。我们常说，不打扰也是一种修养。可是很多人没有这种边界感，他们不知道自己胡乱给别人散布或传播的消息，对别人来说，其实是一种骚扰。知名作家王小波在《缝扣子》一文中写道：我有位阿姨生了个傻女儿，比我大几岁，不知从几岁开始学会了缝扣子。她大概还学过些别的，但没有学会。总而言之，这是她唯一的技能。我到她家去做时，每隔3到5分钟，这傻丫头都要对我狂嚎一声：我会缝扣子。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想让我向她学缝扣子。但我就是不肯，理由有2：其一，我自己会缝扣子；其2，我怕她扎着我。她这样爱我，让人感动，但她身上的味儿也很难闻。假如我那位傻大姐学会一点西洋学术，比方说几何学，一定会跳起来大叫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息，这东西就是几何学。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的确没有哪种禽兽会几何学，那时他肯定要逼我跟他学几何。如果我不肯跟他学，他定要说我是禽兽之类，并且责之以大义。至于我是不是已经会了一些，他就不管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他能学会这些东西，而是说他只要会了任何一点东西，都会当作超级智慧。相比之下，那东西是什么，倒无所谓了。是啊，很多人都是只要会了任何一点东西，都会当作超级智慧。比如知道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严于忍，愤自明等经典名句，就以为自己懂得了整个人类文化经典。但事实是，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些句子的真实含义，也无法凭借这些知识在现实世界里准确地定位自己。懂得道理和将其内化为个人的思考，转化为指导生活的理念，是两回事儿。那些我们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道理，不可能真正用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正如很多人所说，懂得了很多道理，
依然没能过好这一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自己都不明白的道理，就不要再以师者的姿态向别人灌输了吧。我们应该要有一定的界限感，知道什么是自己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渴望用一点点道理拯救自己和别人的人生的人，追求的不过是一本万利或不劳而获罢了。所以，做好自己的事儿，守住自己的界限，不管别人的事儿，不去侵犯他人的界限，是让自己快乐且维系良好人际关系的法宝。因为人类本来就需要一个彼此深度合作的物种，每个人都需要依赖自己的同类，不可能完全不接触，所以求同是必要的。与此同时，我们要明白，存异也是必要的。所以，我们应该在一个彼此都感觉舒服的范围里，通过契约或协议的形式完成需求交换，而不是简单粗暴的越俎代庖或强行约束。存异是尊重个体界限，接受所有的不同，而不是陷在恩怨纠缠中。那些愿意体谅我们的人，我们公平报之，多加体谅；那些只想我们体谅的人，不好意思，我们没必要丢下自己去体谅他。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集内容跟大家聊一聊，当施害者变成受害者，他才会反省。今日头条曾报道过一则题为“男子家暴成瘾，意外瘫痪后被全家拉黑”的新闻。大意是，全家人都深受其家暴之苦，严重时他的儿子被打断一根胸腔骨，他的妻子和女儿呢也经常被他打。后来他瘫痪了，打不动了，才想起请求家人原谅自己，照顾自己，还声称自己没有恶意，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才打的，而且呢下手并不重，并忏悔以后会改掉这个坏毛病。我不太清楚每个人的下手轻重标准，只记得老家有一些家暴狂，一个把儿子打死了，一个把儿子打疯了，还有一个把儿子打跑了。他们都一致认为自己没打过几次，只是下手可能重了点。对于这些欺软怕硬的家伙，我想只有让他们变成弱者，他们才有可能去反省吧。有部名叫《奇异的恩典》的电影，我个人非常喜欢，因为这部电影表现了一种不为一己之力而为民族命运奋斗终生的伟大情怀。主人公出身于富裕之家，后来做了英国上议院的议员，和英国首相是好友。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完全可以过着尽享荣耀的无忧生活。但是他终其一生都在为解放黑奴而奋斗。他一次又一次地提交议案，却一次又一次地被驳回。最后他因此重病不起，只好靠着服食鸦片对抗疼痛。他借举办海上聚会之名，把一干贵族骗上贩奴船，要他们亲眼看看那些和他们一样是人的奴隶受着怎样的虐待，过得有多可怜。后来法国革命的影响传到英国，海权法的实施给了他一个机会，他的议案终于获得通过，使得贵族们再也无法贩卖奴隶。原本一病不起的他，因为这条法案的通过，整个人生都变得不一样了。他不仅恢复了健康，还生了2个孩子。我被这部电影中的主人公那种崇高的精神深深地折服。但当我了解到《奇异的恩典》原著作者的经历后，我对这部电影的爱减弱了许多。原来作者自己曾经是个贩奴商人，只是因为有一次在非洲被捕，沦为奴隶，
经历了长达数年的奴隶之苦，所以才站在黑奴的立场上为他们申诉。有一个悍匪手握13条人命，却说我本善良，这个凶犯是程瑞龙。1995年，他抢劫经营海鲜店的老板。1997年，他劫杀房地产老板并勒索1000万元。1998年，他伙同帮凶枪杀4名警察和1名男子。1999年，他枪击治安员。直到2005年被捕，他一共杀害了13个人。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证明者的偏执，只遵照自己认可的原则，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也许这种执拗从童年开始就已经主导了他的人生，令他一错再错，永不回头。这类人一生都在证明自己值得被信任和重用，值得获得相关荣耀与利益。正面的力量源于信任，负面的力量源于不信任。若他遇见的是信任，则快乐，让他想要感恩和回报；若遇见的是不信任，则痛苦，让他想要报复和还击。这种痛苦让他心生仇恨，最外在的表现是那些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我要让那些小瞧我的人总有一天发现他们瞎了狗眼，我要让那些欺辱我的人付出代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相当多的证明者是出于怨气、愤怒和仇恨，拥有了强大的复仇原动力。因为人性的规律是，痛苦永远比快乐更加刻骨铭心。何况，情绪带来的力量比目标带来的力量更有力。绝大多数反社会人格者和心理疾病患者，都是因为家庭结构混乱、家庭关系不和谐而导致了心理扭曲的结果。那些生活在破碎的家庭、关系不和睦的家庭里的人，有可能会自暴自弃，最后走上一条通往犯罪的道路。他们的心理格外扭曲，从走上罪恶道路的那刻起，他们就放弃了生命，而选择了死前痛快的活。由于没有受到过正常的养育和教导，这类人从小得不到来自家庭的认可，所以他们非常看重信任。他们既相信别人，也希望别人相信自己。他们相信朋友的誓言，相信陌生人的眼睛，相信情感的力量。他们笃信将心比心的原则。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凡事不过脑，长不大，容易在一个坑里反复摔跟头。但不管你怎么评价，只要不对他们的路，他们就不会听你的意见。就像，如果你爱过，我不必解释；如果你没爱过，你不会明白。如果你登过山，你会明白登山的意义；如果你没有，别人再解释也难以理解。程瑞龙的故事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在下一集当中跟各位继续聊一聊。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集内容继续跟大家分享，当施害者变成受害者，他才会反省。程瑞龙的父亲平时种烟叶，也做点小生意，家庭虽不算很殷实，但因为他的精明能干，一家人生活倒也过得不错。但程瑞龙小时候每逢在外跟人打架，不管打别人还是被打，他只会默不作声地回家，即使脸上挂彩或是胳膊腿脚受伤，他也不吭一声。每每此时，他得到的不是来自家庭的安慰，而是被罚跪，在木凳子上挨打，直到他能认错。在外面受欺负后，回家还得不到申诉的孩子，最容易养成的心理就是自闭和隐忍不言。他命运的第一次转折，是因为在学校跟校长的女儿早恋而被学校开除。
无论做什么，他似乎都不被认可，他得到的永远都是众叛亲离，一直被排斥在世界之外。后来他想去参军，很多项目上的测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可到公布录取结果时，他却意外出局。而一同参加考试、测试成绩不理想的人却入选了。被同学欺负，被父亲无理由责打，被学校开除，被挤掉参军的资格。他当时感到自己被彻底放弃了。即使老师说他很调皮，经常惹事儿，但绝不是个坏孩子。而在同村人看来，虽然程瑞龙性情非常暴躁，但为人很讲义气。提及程瑞龙，乡亲们无不叹气。他们记得他被学校开除后去佛山打工，骑着3轮车收废品，赚了一些钱。少的时候一天能赚几十块钱，多的时候一天能挣100来块钱，还把他哥带出去帮忙打理废品收购站。当时村民都想，照这样下去，有一天他会做老板的。但是现实永远没有假设，一切都只因他太急功近利地想证明自己。1993年，20岁的程瑞龙因盗窃被劳教，从高墙出来重获自由没几天，他又跑去找以前的玩伴瞎混，从此走上了万劫不复的犯罪道路。在他的内心世界里，他始终是孤独的，除了同伙，没有人能让他放下戒备。他无疑是爱他的女朋友的，但他无法让她走进他的世界。当警察问他是否有良知时，他的语气显得有些沉重。我肯定还是有良知的，只是当陌生人的生命与我的生命相冲突时，我肯定会选择保护我自己的生命。这是无奈的选择，已经没有办法了。我认为被抢劫的人极力反抗是最愚蠢的。庭审中，他还不时地用穿着白色李宁运动鞋的脚有节奏地敲打着地面，翘着2郎腿，显得悠然自得。回答问题时，言语简单，态度冷漠，语调平淡，丝毫看不出他有悔恨和反省之意。这是让人们无法理解的。他甚至放言，人只有一次生命，自己的生命最大，我为了能活着必须杀人。他不认为自己是杀人狂魔，只是一个比较自私的人。而他的父亲的言论呢，则是另一番景象。其实我没有怎么罚过他，只不过对他严厉了点儿。我们情愿相信严厉能够成就一个人，也不愿相信严厉会把一个人培养成杀人犯。还有一则题为儿子被打死，父母才知道他在学校几乎天天挨打的新闻，讲的是长春理工大学学生张云云的弟弟张超凡在山西运城市一家网吧被同学打死的故事。张云云说，一天晚上他的弟弟张超凡和几名同学在这家网吧上网酗酒，在酗酒期间呢，这几名同学强迫张超凡买饮料，因为张超凡没钱满足他们的要求，最终惹恼了对方。几个人在网吧的1楼、2楼、吧台和门口对张超凡拳打脚踢，之后呢，又拖拽到小花园，用棍棒连续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殴打，最终致使张超凡惨死在网吧2楼。案发当天，当地警方通报，公安机关对6名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刑事拘留。这6个孩子都是华静学校的在校或休学学生。父亲通过手机看到了学生们在 QQ 群里的谈话内容，有的同学发出了同情的叹息，这几个人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呢？有的同学爆料说，张超凡几乎天天被他们几个人打，当时把张超凡吓得都跑出学校了。在所统计的校园暴力事件中，90%以上的事件造成了人身伤害，因暴力行为致死的案件占比更是达到了 16.7%。 无论男女，在人数上都表现为多对一、多对多，
并且折磨措施一般与性、身体侮辱有关。暴力的类型从语言暴力到躯体暴力，再到抢夺、盗窃财物最常见。当然，还有一部分是纯粹讨厌对方而引发的暴力。最关键的是，一旦你被别人带有目的性的言语或者动作伤害过，它就会发生很多次，而且你也很难阻止，无法反抗。在电影《优雅的谎言》中，对于在学校被同学欺凌一事，千智其实很早之前就发出过求救信号。他曾表达过不想去学校，也曾想找妈妈倾诉，但千智的母亲却不以为意。直到千智走后，他在巨大的痛苦中才想起女儿的求救信号，然而为时已晚。很多长期被欺负的孩子在家里也是容易被忽略，甚至被打骂的对象。被同学欺负后，这些孩子回到家里，怕讲了之后会再次挨骂，怕找了老师又被穿小鞋，似乎所有的人都有意或无意地看不见他们的求助。我们所听闻的许多暴力案件背后，无一不透露出犯罪者和被害者的绝望。他们不是在绝望中反社会，在绝望中自杀，就是在绝望中被杀。每一个施害者在变成受害者或者被绳之以法之后，才会反省自己曾经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背后的心路历程。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洞察他们的心理扭曲过程，在他们走上犯罪道路之前予以及时纠正，也许就会让人间少一个恶魔。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从本期开始，我们将进入第3章内容的分享。别让自己的慈悲变成了自己的卑微。第一个话题，慈悲常遇负心人，施恩多养白眼狼。感恩是教养的产物，拥有的人太少太少，而忘恩的人却大有人在。而忘恩的人必然会负义，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千万不要用善良去喂养不懂感恩的人，最后却被人当成了傻子。假如你做了100件坏事，只要做1件好事，就有人觉得你有人性的闪光点。假如你做了100件好事，只要有1件没做好，有人就觉得你不好了。对于这样的人，你无止境的没有理性的善意，反而是在作恶。大家一定都听过这个故事。一个馒头店主看到很多环卫工人和流浪汉吃不上热乎饭，就做了爱心馒头，免费送给这些人吃。而当店主有一天不再送爱心馒头时，却引来了这些人的非议。过分的是，有些人对店主说：“我不要馒头了，你退钱给我吧。”更加过分的是，停止免费送馒头后，很多善良纯洁的底层民众大闹这家馒头店，污蔑栽赃者有之，破口大骂者有之。为什么这些受到店主帮助过的人，在本该感谢对方的时候，不但没有感恩，反而变得如此之恶呢？这是一种经济学上的边际效应。比如，你快饿死了，有人给了你一个馒头，你感激的恨不得给他做牛做马。又有人送你一个馒头，你感激的痛哭流涕。这个馒头吃完之后呢，你饱了，然后依然有人不断的送你馒头。吃第一个馒头时，你感到最幸福，此后幸福指数随着饱腹感开始不断下降。饱了之后，你只会想，我下次想吃肉啊，为什么别人还是只给我馒头呢？当你手里攥着几十个馒头时，你几乎已经忘记了那些救你的人。你的心理想法很可能是，这些人自以为是在做慈善，其实只会作秀，
为什么只知道送我馒头，不知道我还需要衣服，需要钱，需要房子？我相信第一次得到帮助时，大部分人都是心存感激的，但第2次、第3次、第100次之后呢？不好意思，他会觉得理所当然。一旦你停止了对他的帮助，他反而会心生怨念。记得我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得到了郑州一个医生和几个作者的大力支持。每当我需要钱时，我就找他们要，家里要钱时也找他们要。那时我1个月工资才2500，想想在北京能过什么样的日子呢？因为有他们的资助，我在花钱的时候越发慷慨了，工资一到账马上就会花光，生活全靠他们救济。但是1年之后，大家陆续的不再给我资助，愤怒之下，我在微信、QQ、手机短信上不断骂他们是见死不救的坏人，然后还把他们拉黑了。后来我才了解到，当时那个医生自己创业，办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资金陷入窘境，无法继续资助我。而那些作者们呢，有的是炒股赔了很多钱，有的是家里突然发生了重大变故，有的是自身遇到了困难，也都自身难保。比如写《永不磨灭的番号》《雪亮军刀》这2本书的作者张磊，曾持续帮助我1年多，于2012年时突然说没法再帮助我了，问我能不能去看看他。因为生气，我没有去看他，反倒是他到我公司来找我吃过几次饭。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他得了胃间滞留，晚期，已向肝部转移，1个月要花费大量的医药费勉强维持。最后一次见到他时，1.74米的个子，瘦得不到90斤。2013年7月18日，他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大家还记得被评为感动中国2005年度人物的歌手丛飞吧？他短暂的一生参加了400多场义演，累计捐款300多万元，资助了183名贫困学生。为了供贫困儿童上学，他拼命演出，耽误了治疗，死于胃癌，终年37岁。在丛飞身患胃癌，实在无法继续资助时，那些他资助了的学生是怎么做的呢？骗子，一眼赚了那么多，胃病能花多少钱呀？你不是说要把我的孩子供到大学毕业吗？现在才上初中，你就不出钱了，你这不是坑人吗？你什么时候才能治好病，然后演出挣钱呢？不知道他最后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那些他曾经拼命工作、省吃俭用去帮助的人，在他临死时刻还态度冰冷而强硬地朝他伸手要钱。因为再也拿不到钱，很多学生甚至拒绝承认被丛飞资助过。所求者的愤怒源于对自己失败境遇的自卑与恐慌，他们扭曲的内心会原谅自己，却无法原谅那个曾带给自己帮助的人。他们会为即将失去自己曾经一直拥有的利益而愤怒，却不会去同情那个身陷囹圄的资助者。我和丛飞资助的那些学生一样，是典型的感恩边际效应加所求失败愤怒者。从受人资助者到被资助后丢下，似乎从前的自己并不是弱势群体，直到被丢下后才发觉自己仿佛成了受害者。听一个朋友说，他小时候家里特别穷，父母生了3个孩子，他差点上不起学。后来他创业经商，赚了一些钱后，也想回馈社会，资助贫困生。于是呢，自己联系了几个家庭贫困的大学生，希望给他们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他每年都会拿出2-3万元来资助他们。但有一次现金流断了，他赶紧给几个学生打电话说明情况。有的学生对此表示了解和感谢，但有一个学生却当场翻脸不认人，令人心寒。那个学生质问他，既然你没有钱，
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揽下每年资助我上学的事儿呢？害我拒绝了那么多人的好意，现在你让我去哪里要钱来交学费呢？你让我在同学面前怎么抬得起头呢？朋友觉得自己理亏，就到学校找到这个学生，说自己可以跟学校商量一下，缓1-2个月再把学费帮他补上。没想到这个学生竟然制止道：你是不是想害我呢？你去找学校的领导，这样所有人就都知道我是靠别人的资助上学了，以后我在同学面前怎么抬得起头呢？他很生气，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帮助竟然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当他走到这个学生的宿舍时，他惊呆了，只见他床上竟然铺着各类游戏的海报图。经班主任和同学了解情况，他才知道，原来这个学生平时逃课挂科、抽烟喝酒、泡妞恋爱、蹦迪夜店一样没落下。他怎么也没想到，原来自己资助的是这样的一个坏学生。他彻底醒悟了，对别人好不是我的责任，而是我心存善念。如果哪天别人接受资助时觉得理所当然，我怕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用小善行了大恶。记得春秋时期，鲁国有个规定，凡是鲁国人到国外去，看到本国人在外国为奴隶的，可以先垫钱赎回，回国后到官府报账。孔子的学生子贡在国外赎回了一个鲁国人，但却没有到官府去报账。国人都夸子贡人品高尚，但孔子却不以为然。孔子批评子贡不该这么做。他批评子贡，你的高尚行为最终会导致没有人愿意赎回奴隶，因为买了不报账是品德高尚，如果有人买了再去报账，就会被说人品不好，这样谁还会再去垫钱赎奴隶呢？事实证明，孔子是对的。从子贡以后，很少有人再去官府报账，解放的奴隶也变少了。《了凡四训》里也有个故事，宰相吕文义公正廉洁，后来辞官还乡，有个人喝醉了，对吕公破口大骂。有人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吕公，吕公呢却发了善心，没有追究。但不久后，这个人犯了更严重的罪行，被处以死刑。吕公心中愧疚，没想到当时的一念之仁，竟然使他变得更肆无忌惮，以致犯下死罪。如果当时惩戒一下，说不定能让其回归正途。为人处事要秉持一颗善心，但并不是所有的好心都能带来好的结果。很多的小善反而会酿成大祸，盲目的善良有可能就是作恶。这就是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古人言，吃饭7分饱，对人也7分好。所以我们从小要让孩子懂得，我们要善良，但也要有底线，也要学会说不。不管善良曾经遭遇多么不堪的情况，我们仍然不会丢弃心中的那份善念。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期跟大家说一说，满足别人的劣根性，必然被劣根性打倒。贪和懒是人类的通病。拿经济学中的非顾客概念来说，绝大部分人都有强大的消费意愿，但为什么有的人最终消费了，有的人却没有呢？大概有2个原因。一是贪，非要价格最低且包邮的那种；二是懒，要求服务上门，只有满足他的愿望，才能使他下单消费。三字经有言，人之初，性本善。但在我看来，人性的善恶不过是操守而已，只是有的人守住了善，有的人没能守住。善良的人往往没有去想保护自己，
只是希望别人同样用善良来理解自己。然而，很多时候别人并不会因为你的善良对你感恩戴德，反而更容易伤害你。电影《芳华》里的男主角刘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善良的化身。在一个人言可畏的时代，他的个人意志和品格完全不能保护自己，也完全不能被集体相信。别人都不吃的破饺子皮，他愿意吃；干部子弟都不愿意干的脏活，他去干。他就是块雷锋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热情为他人付出和奉献的善良人，仅仅因为向思慕的女孩告白时拥抱了她，便被拉下了神坛。他受到严重警告，被下放到伐木连当兵。那些受过他帮助的人对其避之不及，唯独剧中的女主角何小萍，一个不被善待的人，最能识别善良，也最能珍惜善良。何小萍从小就被欺负，进入部队也一直受到排挤，只有刘峰帮助他，关怀他。当他看到文工团的人对刘峰落井下石，对他避之不及时，他感受到人性的冷漠，并对这个集体失望透顶。于是主动到前线去，把善良奉献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人。刘峰的职责是什么呢？在文工团时，他给炊事班班长打沙发，吃没人要的破饺子，缝补舞台大幕，修理食堂的板凳，疏通洗衣台的下水道，谁都可以对他呼来喝去的。刘峰做的这些事儿有不可替代性吗？不，他被下放到伐木连后，文工团的日子照旧过。毕竟那些琐事他不干，政委自然会安排别人干。那个年代，学雷锋的人是很多的。用严歌苓书里的话说，就是人人都想做好人好事，但是需要冲的厕所坑就那么几个。不论是作为标兵进京接受表彰，还是后来被下放，刘峰身上的善良精神丝毫没变。但是他的善良并没有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好，反而那些当初排挤过他的人比他过得好。当你的善良成为一种盲目的牺牲，你就真的会变成集体恶意下的牺牲品。过度的善良和过度的恶都有可能和原生家庭环境有关。这两类人的家庭环境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其幼年时期遭遇过不幸，或者是突然的家庭巨变，或者是长期的艰辛生活。不同的是，前者以牺牲自己来取悦这个世界，后者以发泄自己的愤怒来报复这个世界。牺牲者最后逃不过集体恶意，报复者会伤害更多无辜的人。一个人要不要讲道德，要不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在乘坐交通工具时要不要让座，老人摔倒了要不要扶，这是牵扯到每个人生活态度和良知的现实问题。道德是以善恶评价为标准来约束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的评价标准是善恶，但善恶的标准呢？其实人的本性是非善非恶的利己，利己之心人皆有之，利己是人的本性，善恶不是人的本性。我们的行为动机和目的都是为了利己。利人或损人只是行为过程中的手段，是以利己为目的而权衡利弊的算法。算法与心智有关，与心性无关，与善恶之心无关。我们要保持最基础的善意，但也不必为了不必要的牺牲搭上自己的幸福。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你若得寸进尺，我便不再退让。网上有这样一个段子，一个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还喜欢赌博和寻花问柳，结了2次婚，都因风流问题而以离婚收场。不过他在第3段婚姻里却突然像变了个人，一改以往的浪荡生活方式，成了一个十分规矩的好老公。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变得这么老实了呢？以前总是吵闹打架，这一次你从来没有打过你老婆，难道这次你们夫妻感情异乎寻常的好吗？他回答道，我老婆会管狗。问他的人感觉十分费解，这和管狗有什么关系呢？我家里有一条狗很喜欢朝人狂吠，老婆第一次到我家里呢，那条狗朝他一直叫个不停。我老婆看了狗一眼说，这是第1次。老婆第2次来到家里呢，狗又朝他狂叫，他拿起一把菜刀对狗说，这是第2次。老婆第3次来家里的时候，狗还是朝他一直叫，老婆拿起刀说，这是最后1次。说完把狗杀了。问的人似乎明白了什么。知乎上有一个问题是，你在什么时候开始决定不再善良呢？有一个漂亮的女孩挤破脑壳考上了公务员，虽然算不上很好的职业，但好歹也可以旱涝保收，图个安稳。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部门里有个年纪略大一点的女同事，不知是何原因，始终看这个女孩不顺眼，总是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不是批评她的穿着打扮，就是编造她的作风问题，给她穿小鞋。这个没有任何人脉背景的女孩完全束手无策。无奈之下，女孩鼓起勇气，开始研究这位不友善的女同事的爱好。她是当地地方剧的铁杆票友。得知这个消息后呢，这个女孩就时不时的公开发表意见，声称自己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剧，乘电梯的时候还不忘记放上1-2段。一来二去，两人就围绕这个地方剧聊上了话，还约在 KTV 唱了几回。一来二去呢，两个人的关系也是大为改善。这个女同事还主动出面替他争取各种福利机会。从前剑拔弩张的局面顿时变得和乐融融。所以啊，被欺负时不要慌张，能够战术性的化解，化干戈为玉帛，才是正事儿。正如江苑不陈里所言，古之善理者不失，善施者不臣，善臣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在司马懿看来，一心只想着赢的人，就真的能赢到最后吗？打仗先要学的是善败，败而不耻，败而不伤，才能真的笑到最后。司马懿知道自己在战术上无法和诸葛亮抗衡，于是他选择消极避战，每次诸葛亮都能在局部地区小胜。但是诸葛亮7次北伐却没有办法赢得主导战局的军事成果，最终病死在五丈原，蜀国也耗尽国力。诸葛亮曾经打败曹真后写信羞辱他，曹真直接被气死。但当诸葛亮因为司马懿避战，派人送去女装羞辱司马懿时，司马懿却淡定地穿上，依旧不出战，最后把诸葛亮拖死在五丈原。我们并不能一开始就精确判断出环境对自己的厉害，也无法通过一些短期的行为来判断别人的素质是好是坏。但如果外界对我们的表现不友好时，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方式去化解冲突。春秋时期有个叫中行文子的大臣，失罪于国君，不得不率众出逃。途中恰好经过一位朋友所在的县城，这位朋友以前对他很好，不仅送给他很多珍贵礼物，还在诸多的聚会上对他盛赞有加，十分欣赏他。大家都以为中行文子肯定会投奔他，但没想中行文子却说，他以前送礼给我不是向我示好，只是因为我手中有权力罢了。现在我负罪在逃，他为了讨好当权者，肯定会捉我献给国君的。
所以中行文子京城不入，飞速逃走。而这个曾经给中行文子送礼的人，果然追出城来抓捕中行文子。现实中的人很难区分别人究竟是对自己发自内心的友善，还是另有所图。所以古人说，得志时考验自己，失意时考验朋友。人性是极不稳定的，不能够见识对方的真实用意，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表面的友善和开始的不友善，都不足以使我们全面了解一个人的人品。能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就已经是谦谦君子了。我们不必时时委屈自己去迎合别人，别人既没有那么需要我们的善，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会懂得感恩。你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接受着最基础的教育，走在最多人走的路上，却一直认为自己比绝大多数人有良知，应该得到更友好的对待。但更让你失望的真相是，在别人的眼里，我们不过是同一条路上的甲乙丙丁，可以被忽视、被轻视，甚至被讨厌。我们自以为比别人优秀很多，其实不过是别人眼中的普通人而已。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的人格构成是由从前的经历、习惯、品味、偏好、自我评价及经验积累而成的。生活中的每一次与外界互动，都会悄悄更迭当事人的心智模式。一个所谓反社会人格的人，必然是因为从之前的一连串损害行为中获利，而形成了坏的行为模式。一个所谓的好人，也一定是因为曾经的善念善举得到了好的回报，而形成了好的行为模式。当事人之所以难以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只是因为他每次的习惯的表达，多半都得到了外界环境的支持或默许。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应当向善而为，但如果外界对我们表现出不友好时，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方式去巧妙地化解冲突，同时也要想办法远离那些不友好之人。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节内容跟大家聊一聊，谁都没有义务通过伤害自己来满足他人。你的善良必须要经得起人性的复杂，看起来是善良的事情，却可能因为人的复杂贪婪而变成坏事儿。因此，行善务必要考察清楚，你的善良有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坏的结果。我喜欢打游戏，尤其是喜欢角色扮演那种，因此交了不少游戏好友。我和其中的有一些人经常组队打 BOSS， 或组队闯新区。我们虽然只是在网上认识，生活里没见过面，但我们之间的游戏纽带让我们体验到了现实里没有的友情。谁受欺负了，和朋友打个招呼，我们所有在线的朋友都会帮他去收拾欺负他的人。所以有好一阵时间，我们都是互相帮忙，帮对方充点，给对方好装备用，甚至还会为了升级相互帮对方的号挂机。有一天，一个游戏好友说自己看中了一件装备，但微信零钱不够，需要有人帮他凑点钱，先拿下装备。大家看他平时借装备给队友很爽快，而且以前也是借钱之后很快就还了，于是呢就很爽快的借钱给他，有的给他转200，有的给了500，最高的给了1000。但这次借完钱，他就没在游戏里出现过了。QQ 和微信呢，都像消失了一样。有人给他微信发消息，发现他把我们的 QQ、微信都拉黑了。所以，
如何优雅地毁掉你跟一个关系还不错的人的友谊呢？借他一笔钱，然后一走了之。有一段时间，因为在出版业工作不愉快，我决定转行，打算永远不再涉足这个行业。听从朋友的安排，我被他介绍到杭州一家棺材生产商那里当秘书。刚去的时候很不适应，毕竟比起北京的便利来，偏远的棺材生产带来了生活上的各种麻烦事儿。好在那里的一些员工还不错，姑娘们普遍喜欢与我打交道。为了招待他们，我的房间里总是准备着各种各样的零食，以期他们来玩时可以吃好聊好。第1个月的相处还算不错，姑娘们都很愿意向我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生活状况，个人情感和家庭方面的烦恼也会向我倾诉。我就像一个知音姐姐一样，很受他们欢迎。当然，我也很乐意同他们相处，很乐意安慰他们，时不时的还给他们发红包。事情的转折呢，发生在一件事上。那时 vivo 刚出了一款新手机 vivo X21， 有一个女孩天天说自己的手机不好，想换这款新手机。但她1个月呢只有1500块钱的实习费，平时的生活费都不够。我问她差多少钱，她问我能否借她3000元。我当时想，能够满足她的心愿，花这么多钱也是值得的，便马上转了3000块钱给她。没想到第2天又有3个女孩找我借钱，一个借1000，一个借500，最后一个借了300。我体谅他们生活的不容易，咬咬牙就借了出去。可是过了1个多月，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有还我钱的意思。不但如此，有人还言辞闪烁地表示还想再借点儿。我只好说自己整个月的工资都拿给家里应急了。又过了1个多月，还是没有人向我表示过还钱的意思。那个借了我3000元的女孩甚至问我能不能再借一些钱给她。到这时我才明白，借出去的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复返了。这让我想起自己上学时的日子，一天的生活费只有几块钱，想吃肯德基都要存1周。有一次呢，我存了8块钱，想买个汉堡吃。走到路上，突然有个乞丐过来要钱，我只好咬着牙从口袋里摸出1张5块的人民币，放弃了吃肯德基的想法，把钱给了乞丐。回去的路上，不料又遇到一个乞丐，我有点不好意思，只好好事做到底，把剩下的3块钱也给了这个乞丐。谁知道他还满腹委屈地责怪我，为什么给那个人的是5块钱，给我的却是3块钱，好像我虐待了他一样。我无比忧伤地看了他一眼后，低头离去。要知道，我那1周只能靠吃稀饭和咸菜度日了。如果你一直是大家眼中的好人，一直做正确的事儿，但是哪天你不小心做错了1件事儿，大家立即会说，原来这人不怎么样。如果你一直是大家眼中的坏人，哪天突然做了1件好事儿，大家会说，这人其实挺好的。所以，当自己的利益受损时，如果你过分懦弱，只会让自己被坏人欺负。如果你勇敢一点，敢于去维护自己的权益，结果可能会变得不一样。很多人都喜欢开车，要是自己有车，无论是上班、周末或者假期自驾出行，想去哪儿都比较方便。但一说到车，有一个问题真是困扰了很多车主，那就是借车。哎，哥们儿，你的车这2天有空吗？哎，你的车能借我开2天吗？我这边有点事儿想借用一下。朋友们借车的理由很多，比如我要去相亲，我要去接下客户，我去机场接个朋友，我老婆生孩子了。如果好朋友向你借车的话，你会怎么办呢？是借还是不借呢？我想大部分车主都不想轻易的把自己的爱车借给别人。车是自己辛辛苦苦买来的，平时小刮小蹭都很心痛。
如果借给别人开，一旦出事，轻则违章罚款，重则有可能犯罪。如果造成生命危险的话，自己还有可能要承担责任。如果你顾及朋友之间的感情，不得不借，最后出了问题还得自己扛。帮助是情分，不帮是本分。所以，当朋友向你提出借钱或借车时，你是有选择拒绝的权利的。你不必为了做好人而成全他人，伤害自己。当然，生活中有很多人并不会就此罢休。当你选择拒绝时，有些无赖甚至会对你进行道德绑架。比如，他们会这样说你：哎呀，有车了不起吗？不就有几个臭钱吗？看你整天嘚瑟的样子。他们只看得到你不借车的结果，然后理直气壮的血口喷人。你心里一定很难过，为什么你凭自己的努力买来的车要给别人用呢？为什么当你无法做出符合对方心意的事情时，要被言论绑架呢？那些有求于你的人，还敢这样责难你，甚至还威胁你。说到底，别人找你借东西，大部分的心理支撑都是道德绑架。比如，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很铁啊？这事儿你是不是得帮着我点？你每个月挣那么多钱，借我点算什么？几年前，陈凯歌导演执导了一部电影，叫做《搜索》。女主角蓝秋在获知自己罹患癌症之后，心灰意冷地上了一辆公交车。沉浸悲痛中的她，因为拒绝给车上的老大爷让座，引起非议。在公众指责和病魔降临的夹缝中，她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那些指责你不义务给予帮助的人，从来不会考虑你正在经历什么，或者经历了什么。他们的眼里只有自己的需求，打着高尚道德名义的指责欲和对人意志的控制欲。只要你满足不了他们的这些需求和欲望，你就是个坏人，活该被千夫所指。这个奇葩的成年人群体极度自私，只求索取，却没有贡献。他们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要求所有人都围着他们转。他们没有规则意识，没有法律概念，没有道德约束，把别人的帮助赠予视为应该，没有丝毫的感恩之心，仿佛全世界都欠他们似的。他们把全世界都当成自己的附属品，不平等地对待别人，甚至不把别人当人，只想别人满足自己想象中的世界。这类人一方面很偏执，另一方面却很脆弱，所以他们不能接受质疑和拒绝。一旦受到质疑或拒绝，内心预期被打破后，就会产生剧烈的抵触，甚至是攻击性情绪。所以，对这些不能接受非预期事件的人，我们最好的选择只能是，宁愿他们因被我们远离、拒绝而恨我们，也不能去满足他们的欲望，而使自己遭遇无尽的、不可预知的伤害。你不需要尊重和体谅每一个人，只需要去尊重那些尊重和体谅你的人。你没有义务通过伤害自己来满足他们。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集跟大家说到的话题是，示弱的多少正是屠夫下手的力道。伤害别人的人往往记不起自己的残忍，因为痛的不是他们。你若不乖乖地听从于他们，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去做，那么不管你做什么都会招致他们怨恨。他们毫不讲道理，只要他们喜欢的，他们就要得到；只要他们讨厌的，他们就要赶尽杀绝。你被一群看似无辜的人伤害着，你痛苦哀嚎着，但却没有人愿意去看你的伤，因为痛的
不是他们。受伤的你想弄清真相，但加害你的人却是最不想知道真相的。他们对自己做过的一切都没什么感觉，即便有人提起，也可能忘了大半。只有可怜的你耿耿于怀，即使在几十年之后，对于人性依然会充满恐惧。经常伤害别人的人，永远不会记得自己制造了多少伤害，但是受害人受过的摧残却会成为他们永远的恐惧。一些人仅仅为了自己在某一刻的情绪满足，就泯灭掉内心的良知，狂暴而残忍地伤害你，而后离开。只剩下你看着自己不断受伤，甚至终生都得不到痊愈。有时你可能都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一旦陷在非理性的情绪里，会变得那么狠毒，且根本不知道自己多狠毒。因为狠毒的人不会承认自己狠毒，更不会自我剖析，操控他们的只有情绪。你示弱、讨好或逃避，都只会强化屠夫下手的力道。没有人会为你说话，没有人会挺身而出保护正义。你独自一人站在活该被伤害的地方，等着另一群人一次又一次理直气壮的伤害，连挣扎都无能为力。在这个群体里，你看不到人性最基本的恻隐之心。倘若你表现出受伤的痛苦来，别人只会更加看不起你，认为你是在演戏。倘若你终于忍不住发火了，别人马上得意洋洋地说：“看吧，这个家伙确实是个混账，终于忍不住露出真面目了吧？好凶好坏啊！”你崩溃了，他们觉得你虚伪；你放弃争辩，他们还是觉得你坏。你唯一的办法是离开，但很多情况下，你却没有离开的能力，你只能抱着无奈、无助、不知所措与满腹委屈，继续被他们伤害。而且，那些认为自己内心很善良或实在是为你好的屠夫，似乎也会认为自己是没任何理由伤害你的。即使确实伤害了你，也不会承认，因为他们只有这样才能心安理得地发神经，随心所欲地拿刀子捅别人。你受苦，一定是你错了。即使生命已经成了你无法承受的重荷，你必须承认自己错了。至于错在哪儿，倒不是他们关心的事儿。群体非理性暴力随时都在上演，不能挣扎，无法逃避，没有人愿意理解你。凡是自己感觉不到的事儿，屠夫都会拒绝承认。一个毕业于北大的哲学系男人说，世界上不存在强奸这回事儿，说只要女人不同意，男人就不可能得逞。一个自己童年过得很好，受父宠母纵的女人，拒绝承认自己的姐妹遭遇的家暴和抛弃。人总是因为无知而残忍，自己没有痛过，杀戮就成了理所当然。体会到基本的爱憎规则之后呢，就觉得惩恶扬善是使命所在，于是开始保护青蛙、蜂蜜、放生鱼和海龟，而对偷吃的老鼠和捕捉的青蛙的蛇，则非得杀之而后快。敢用镰刀斩长蛇，敢用汽油烧老鼠，懂得了一点所谓的善与恶，做起事来更残忍并理直气壮。经历更多的伤害后，才终于知道了生命的不易，于是变得更包容了一点。这种包容有一点点可以算善，这大概就是张爱玲所说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人有肉体，必困于所知和体验的局限，产生偏见。原谅这种偏见下的群体暴力和一切非理性行为，大概是自我解脱的唯一途径。有的人看不见自己的残忍和恶毒，认为自己所有对他人的伤害都是情有可原的。电影《溯源》的豆瓣评论里有这样一个例子：
一个人和老妈在饭桌上闲聊溯源时，老妈一边嚼着一块胡萝卜，一边满不在乎地说：这种事情太多了，以前乡下就经常发生，我都知道好几件。但这些被强奸的女孩从来不被人可怜，村里人会喊她破鞋烂货，这样她们就很难嫁出去，也不会有媒人去他们家提亲。在这个世界上，溯源们比比皆是，只是有的人劫后余生，有的人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黑羊们比比皆是，流言与歧视带着臭烘烘的唾沫星子和冰刀般的目光，对受害者继续施加伤害。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耻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鲁迅说：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痛楚也都深受过。每一考察真叫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而世界上最残忍的现实之一就是，罪恶必须以最严重的形式出现，有的旁观者才有可能会承认。说难听点，只要你没有死，别人就不会承认你正在被杀害。另一个更残忍的事实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变成屠夫，又在什么时候沦落为黑羊。只是有一些伤害永远无法修复，有一些伤害永远不会被原谅。没有哪些罪过会被淹没，也没有哪个人会被遗忘，更没有哪种残忍和邪恶应该被原谅。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集内容跟大家说一说，不好意思有时候就是犯傻。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碍于面子而错失了大好的机会，甚至断送了自己的前途。凡是让你觉得不好意思的，都要马上去做，否则时间会把你的勇气完全消磨掉。因此，不要让不好意思成为你人生的绊脚石。从现在开始，学会拒绝，别让不好意思害了你。一个无论做什么事儿，哪怕表现得很好，都很容易被指责和打骂的孩子，会时刻保持警惕，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其原因只有一个，在家里，他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奴隶。他想躲过随时都会遭遇的打骂，就只能把调皮捣蛋的、不听话的、任性的、攻击性的自己掩饰起来。他默默地长大，默默地活成大人喜欢的样子，不抽烟，不喝酒，无不良嗜好，所有收入都乖乖地交给家长，然后用工作逃避所有的家庭关系。只有别人对他笑，他才有安全感，就算别人不笑，他也要强颜欢笑，只为能润滑人际关系，减少别人的一些恶意。他总害怕争吵，害怕不和谐，害怕别人对他有敌意。当他受到别人的恶言攻击时，或者当没人在他惊恐的时候帮他一把时，无助感、欺骗感和绝望感会让他拉黑求助的人。他成了一个十分难以形容，但又十分好欺负的人。在面对挑衅时，在自己心虚时，不知道如何回应，就冲动回应了。很快又觉得对方并不可怕，便又开始同情对方。如果人家给他一点甜头，他很难发现这是别人设的套。追求美好的本能，让他就算受伤，也会第一时间原谅对方。他特别容易上当，尽管他对别人的承诺很是疑惑。有时候他会安慰自己，上当也是人生必经之路，没准还会从中发现新的可能，或者从中习得教训。他容易被欺负，容易被周围的坏人碰瓷儿，
但他很快就释然了，只能骗自己想开一些，妥协一些，退一步，海阔天空。别人故意对他好，他就接受了。他既易怒又好哄，既易喜又易悲。虽然脾气差极了，但只要别人给他一点甜头，他就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温暖的。总之，他易怒、易狂、易愤、易忧，反复无常，变化多端，是没有安全感的包子。郭冬临和买红梅曾经演过一个小品，叫做《有事您说话》。郭冬临演的就是一个烂好人，谁有事情他都帮忙，他都拍着胸脯说有事您说话。春运期间呢，火车票很难买，郭冬临吹牛说他有熟人能买到火车票，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请他帮忙买火车票。他不好意思拒绝，就背着被子去火车站，整宿的排队买票，让自己苦不堪言。这种人是典型的讨好型人格，他渴望被所有人认可，牺牲自己来迎合他人，反而被人嘲笑。他想讨好全世界，最后反而被人看不起。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你越怕得罪人，就越容易得罪人。你越是不敢提要求，就越会被要求。你工作再辛苦，不好意思提加工资的事儿，就要默默忍受工资不涨的苦。总之，不好意思会让你错过很多东西，比如友情、爱情、机遇等。守底线，有原则，不讨好，不谄媚，敢于追求，懂得拒绝别人，又能适当帮助别人的人，才会过得更好。如果在人生大事上没有底线，不讲原则，不敢拒绝，只能自讨苦吃了。默默22岁的时候还是单身，在农村年轻人结婚都比较早，那之后呢，他就被家里人逼着去相亲。他虽恨嫁，但对相亲是没有什么好感的。他可不信见几面就能定终身这件事儿，但架不住亲友们的逼迫，他去相了几次，最后无一例外的都以失败而告终。被家里人逼急了，他就想随便挑一个条件差不多的人算了。最后一次相亲时呢，他遇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相亲对象，在对方的几番甜言蜜语的攻击之下，他答应先相处一段时间。不过在相处时呢，他发现这个男人缺乏情绪控制力，动不动就会发脾气。他想分手，但男人苦苦挽回。想到自己年纪大了，对方虽然脾气不好，但对自己还算真诚，所以呢，他又觉得不忍心分手了，就给了那个男人机会。最后，两人走进了婚姻殿堂。两人很快就有了孩子，孩子的出现暴露了男人的本性。他剖腹产时，他只在医院陪过他2天。出院之后，即使孩子哭得再厉害，他也没照顾过孩子，没有给他做过1次饭。整个月子里，他只好忍受痛苦，默默地抚养孩子。出了月子，他提出离婚。可这个男人已经卖掉了他的婚前房产，1分钱生活费都没给他。可以说，孩子是他靠着娘家人的倾力相助才长大成人的。人生不能倒回，你不好意思说不，就要承受它带来的后果。别傻了，大家都没有相互亏欠，所以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拒绝的。比起拒绝带来的初始心理负担，漫长的人生价值才是最重要的事儿。拎清了，对谁都好。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从本集开始，我们将进入到第4章的分享。善良本无错，保护不了自己就不对了。第一个话题叫做让那些压迫你、伤害你的人一边去。
很多人的善其实不是真正的善，而是看不见自己正伤害别人的偏见。我们很容易越俎代庖地帮别人做很多事儿，然后将其定义为我这是对你好，我这是在帮助你。在心理学上，这叫虚假同感偏差效应。同样，我们也容易被越俎代庖，无缘无故就得到了很多自己没有请求就获得的帮助与关心。而有时候，这种关心并不是我们需要的，这使得我们常常在无尽的痛苦和遗憾里挣扎。在这样的心理作用之下，我们很容易在无意间参与集体屠戮，给他人带来莫大的伤害。比如农家女孩燕雪，她家呢有姐弟3人，弟弟是全家的宝。在那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重男轻女的思想还很严重。家里的所有家务杂活，母亲都会安排给她做，要她照顾弟弟，要她吃苦耐劳，要她好好学习，以拯救这个贫穷的家。等她能挣钱了，父亲还要她为弟弟花钱盖房娶媳妇儿。所有的这一切都被母亲美之名曰孝顺，仿佛只有她愿意孝顺，愿意牺牲，才能解救全家人于水火之中。从小被逼着以这种方式尽孝的人，往往是家里最倒霉、最懦弱的孩子。家里的其他人也会模仿母亲的方式来欺压这个孩子，让他生活在无穷无尽的压迫之中，得不到须臾快乐。反之，那些性情顽劣却被母亲宠爱的孩子，倒是有着愉快的童年。他们不必背负任何重物，四处游玩，十分快乐。前者就像曾经的热播电视剧《都挺好》中的女主角苏明玉，后者就像她的哥哥苏明成和苏明哲。自私偏心的刻薄母亲对苏明玉总是不满，却格外宠爱她的哥哥苏明成和苏明哲。童年的苏明玉是不被爱的，为了筹钱给他的大哥苏明哲出国留学用，母亲把正在准备高考的苏明玉的房间卖掉了，却没有问过他一句。当二哥苏明成向家里借2000块钱去毕业旅行时，苏母一口答应。而当成绩名列前茅的苏明玉说想去清华读书，想要1000块钱参加清华的特训营时，母亲却冷冷地说：你去读家附近的师范吧，不用学费，还可以回来帮家里干活。所以，我们可以从后来的剧情中看到，苏明玉的一生都生活在对母亲的恨中。有句话说，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所以，若你善良，请离开那些只想绝对控制你的人吧。在你还有健康的思想和身体时。人际关系的最大杀手是很多人只想控制另一方，而不是将对方当成和自己一样具有健康的人格的人。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对另一方的关心，不过是希望对方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不是让对方成为他想成为的样子。以关心之名发泄控制欲、责骂欲和暴力欲，不过是因为这些人的精力终日不得合理发泄，没有能力去做其他更有价值的事儿，所以呢，只好盯着别人。他们喜欢盯着别人，但并不是看着别人。他们喜欢跟别人说话，但并不交流。他们的心里只有我想如何，我想你如何，而不是在合适范围内做自己的事儿，允许别人有自己的爱好。他们觉得这是为你好，你不准有不同意见，你要敢反抗，敢要求，敢有自我意志，那你就是良心坏透了。他们看不见自己给别人造成的伤害，看见了也拒不认错。他们伤害了你，却表现出很无辜的样子，反正痛的是你，他们可不管。很多禅修大师告诉我们，在遭遇痛苦和他人的不友善对待时，要学会换位思考，要学会理解别人。只有自己变好，世界才会变好。可是，
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一味地去理解别人，为什么没有人来理解自己？如果我们连自己的伤口都无法治疗，又如何为他人着想呢？如果我们自己都还没有爬起来，如何去扶起别人，治愈别人的伤口呢？所以，如果你生活在被欺负和逼迫里，唯一的选择是离开。离开所有人都强迫你承担他们焦虑的地方，离开那些逼你承担他所有焦虑的人。只有离开了，你才有机会包扎自己的伤口。虽然征途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使你举步维艰，时有退意，但那胆战心惊里的风风雨雨，是我们做回自己的唯一途径。你必须承担自己的焦虑，但你只承担自己一个人的焦虑就可以了。当你恐惧时，你当勇敢；当你懦弱时，你当坚强。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期话题：一个人是否成熟，看他被欺负时的样子。很多人活得比较佛系，对什么事情呢都不争不抢，有也行，没有也行，一副逆来顺受无所谓的样子。他们万事看破，不求输赢，总之一切顺应天意。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的权益经常任人践踏，他们在这个世上没有存在感，以至于常常被人遗忘。在这类人看来，只要敢于承认自己是个 loser， 所有的难题都会迎刃而解。但他们忘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事在人为。如果你不主动去做，去克服困难，只等事情自我消解，那么一定没有一件事情能如你所愿。一个姑娘留言给我说，自己小时候生活还算幸福，母亲呢经商为生，为人贤德善良，家里有亲戚或朋友过来借钱，基本上都有求必应。她一直以为这样的幸福生活能够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某天她被妈妈接去了一家酒店。原来父母经营受骗，家里破产了，欠了很多外债，房子车子一并被银行收走。从此他一家人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父母被放高利贷的人围堵在酒店一层大厅，被一群蒙面人带走了。他自己呢，匆匆忙忙地带着行李去投奔男友。这时男友发来了我们分手吧的消息。在最痛苦不堪的时候，最依赖的人却因为怕麻烦而提出了这个残酷的要求。一时间，他感觉自己几乎失去了一切。他每天以泪洗面，过得昏天黑地，不明白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他感觉自己就像一朵还未盛开就凋零了的玫瑰花，就像一出无比华丽的舞台剧。在上万人齐声喝彩的时候，灯突然关了，所有的观众退场离去。她不是没有做过反抗，她曾哭着和男友说不要分手，哭着去找容身之所，甚至跪着求过曾经上门借钱的亲戚。可是她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在她眼里，这个世界突然变得肮脏而令人绝望。她看透了这个世态炎凉的世界，她不想再做任何挣扎。她想到了自杀，结果没有成功。最后她决定皈依佛法，遁入空门，青灯古寺，了此一生。然而佛门并不好进，她只好老老实实地回到学校继续学习。毕竟学校不是社会人员可以随便闹事儿的地方，可以让他安静地积攒力量。事实是，当你擦干眼泪向前看的时候，一切都会变好。
后来我听说他考上了自己那个地方最好的大学。当然，对于他家后来如何摆脱困境，我没有问。我想，只要他摆脱了曾经的懦弱心态，敢于去争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锦上添花天下有，雪中送炭世间无。当你强大时，你的身边都是捧着鲜花敬献给你的人。当你脆弱时，不会有人关注你的柔弱和善良。一个人是否成熟，看他被欺负时的样子。从前，蛇在草丛里经常被人踩，他觉得不公平，于是找上帝诉苦。上帝对他说，如果你咬了第一个踩你的人，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踩你了。上帝的话虽然有点严重了，但道理是一样的。当施害者利用欺压行为作为控制手段，试图混淆利益分配政策，使自我利益最大化时，你要勇敢站出来，采用正义的方式去反击，才能有效遏制施害者的行为。情绪不成熟的人往往会困在认知陷阱里，心里总想着我并没有做错什么，所以不该如何如何。在被欺负时也只会问，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对我呢？这就是典型的弱者思维。只有弱者才会通过示好来指望别人对其公平对待，而这种方式往往并不如愿。羚羊跑得过狮子才能生存，跑不过狮子却抱怨狮子残暴无情，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最后只能沦为狮子的口中餐。而成熟的人在受到欺负时，从来不会抱怨，而是会采取必要的手段让自己远离伤害。在我童年的时候，因为自己长得瘦小，所以呢，在学校里总是容易被同学欺负，回到家后又会挨父母打。当时我没有对这种霸凌进行反击的概念，只是指望着老师能够发现并批评欺负我的同学，结果换来的是更多次的被欺负。当时我除了经常独自抹眼泪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后来我从书中看到关于如何对付恶人的办法，给了我与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勇气。当他们再次欺负我时，我就向他们发出了勇敢的战斗宣言，以正义的力量威吓他们。从此之后，那些经常欺负我的女生在见到我后就躲得远远的，再也不敢欺负我。所以真正决定你是否容易被欺负的因素，是你被欺负后的反应，你是否敢于勇敢反抗，是否能以理性而合适的方式进行反击。为什么别人敢在你身上做坏事？是因为你让人觉得在你身上做坏事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这是电影《黑名单》的台词。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到迷惑，推荐你看看这部电影，相信你能够从中受到启发。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在帮助别人前，先要学会保护自己。大家都对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耳熟能详。这个故事讲的是东郭先生大发善心救了恶狼，后来差点被狼吃掉。你好心施以援手，却不知道别人获救之后对你升起的歹意。当身处困境时，很多人会装出楚楚可怜的样子，希望打动别人的怜悯之心，获得别人的帮助。有的人在获得帮助后会对帮助者感恩戴德，但有的人在获得帮助后会产生邪念，去伤害帮助自己的人。一天，朋友小李像往常一样，准备下班回家。抓小偷啊！他刚走到公司楼下，就听到一阵尖叫声。循声望去，他看到一名女子和一名男子在纠缠，
小李没有多想就冲了过去，一把将小偷揪住。小偷被抓后就赶紧把钱包还给女子，并连连讨饶：大哥，我错了，这是我第一次，求求你放了我吧。小李呢就动了恻隐之心，松开手：你走吧，以后不要再这样了。小偷就这样被放走了。可是小李没走几步，就发现转弯处有2名可疑的男子在蹲守着。定睛一看，其中一人就是那个小偷。还没等小李反应过来，他就遭了一顿毒打。然而那个女子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都没报警，因为她害怕自己再被小偷尾随报复。帮助别人没有错，错就错在你帮错了对象。你帮助一个好人，他会铭记你，感激你，报答你；但你帮助一个恶人，他非但不感激，反而会得寸进尺欺负你，甚至会给你致命的打击。台湾有一个男青年跳海救一个小女孩，小女孩获救了，但是男青年却落水身亡。女孩的母亲不仅不承认自己女儿获救的事实，反而因为害怕事后赔偿，说我女儿不需要你救，她会游泳。在他看来，男青年救他女儿的行为纯粹是多此一举。四川日报曾登载新闻，某中学一名高3男生在女生宿舍将一名同班女生捅伤，女生不治身亡。原因是这名男生多次向这名女生借钱，女生也都借给他了，只因这次女生未借钱给他，他便心生歹意，将女生捅伤。一个女孩子哪有那么多钱满足别人的无度所要啊？仅仅因为多次帮助后决定不再借时，便招来了杀身之祸。我们熟知的江歌遇害案也是如此。女留学生江歌为了帮助朋友刘星，不仅让刘星住在自己家里，还帮他应对前来找刘星的男友陈世峰。陈世峰寻找女友不成，便将江歌残忍杀害。他用生命帮了朋友，刘星却迅速地撇清关系，依然一个人快乐地生活。如果不是江歌的母亲选择利用网络将她的恶劣品行公之于众，恐怕这个忘恩负义的女子现在都不会承认自己的恶。善意要有，朋友有难也应该帮助，但当自己的力量不够，防御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请不要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君子不立危墙之下，面对一个没有见过几次的陌生男子，江歌不应该以身犯险，而应谨慎行事。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叫死姚崇算计活张说。之所以流传广呢，是因为它隐含着一个深刻的技法，如何巧妙地利用人性，让对方做个善良的大好人。对方可能是大好人，但他们未必对每个人友善。姚崇和张说都是唐朝的名臣，姚崇呢做过2任宰相，张说做过3任宰相，两人同朝为官，轮流任相，难免因为意见不合而面生龃龉。日子久了，越看对方越不顺眼，两人就这样结下了梁子，都认为对方不是个好东西，欲杀之而后快。姚崇要死时，想到自己一倒就没人护家里人周全了。我死后，张说肯定会想办法抄我家，灭我族，哪怕有一个活口，他也不会甘心。躺在病榻上的姚崇叫儿子过来说：我与张丞相不睦，嫌隙甚深。此人自小生活奢侈，尤其喜欢名贵珍宝。我死后，他必以同僚之礼来吊祭，到时你们将我平生积累的珍宝都罗列出来，若其一眼也不看，你们尽快筹谋家事吧，恐怕举族将灭亡无疑。若其看上几眼，你们就安全了。赶快挑选一些珍宝献与张公，并请他做神道碑文。拿到他做的碑文后，你们立刻呈请皇上御览，同时准备好石碑，
皇上将碑文赐还后，马上刻在石碑上。张丞相见事迟于我，数日之后呢，必当后悔，向你们索要碑文。你们便引其使者去看已经刻好的石碑，并相告碑文已经得到皇上过目一许。在姚崇死后呢，张说急忙登门，表面上是吊祭，实际上是来看仇家的死相。一见张说登门，姚崇的儿子就把他迎进一间雅室，里面放着许多张说最喜欢的珍奇古玩。一看到这些东西，张说眼睛都直了，挨个把玩了一遍。姚崇儿子趁机上前说，这些宝物是父亲临死之前吩咐送给张说的。张说大喜，一律照单全收。当张说心满意足地准备离开时，姚崇的儿子却呈上笔墨，请张说给父亲题写墓志铭。虽然张说根本不想写，毕竟还没开始报复就给人写墓志铭，后面的报复怎么进行下去呢？但拿人手软，不答应好像有点说不过去。无可奈何，张说呢只好硬着头皮写了。过了几天，张说才醒过神来，意识到自己上了姚崇的当了，想把这墓志铭追回来。于是张说派人回去对姚崇儿子说，不好意思，之前那个墓志铭有几个字写错了，拿回来重写一下。万万没料到，姚崇的儿子回答说，哎呀，张大人怎么不早说呢？墓志铭经圣上预览过后，送到石匠处，已经凿雕在墓碑上了。这时张说才明白自己中了姚崇的计，已经替姚崇写了墓志铭，这就等于向他示好。如果这时再去暗算他的家人，就不好办了。没办法，他只好放过姚崇家人了。西方呢有个很流行的小故事，说有个小朋友名叫汤米，从幼儿园回来，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妈妈问他，汤米，是谁把你打成这样？汤米哭着说，是尼克，他仗着自己个头高，故意欺负我。哎，儿子在幼儿园被欺负了，这可怎么办呢？母亲想了半晌，想出来个好主意，就精心地做了个超好吃的蛋糕，交给汤米说，儿子到了幼儿园，把这个送给尼克，和他做朋友吧。汤米拿着蛋糕去了幼儿园，当天尼克果然没有欺负他。可是过了一天，汤米从幼儿园回来，脸上的伤更厉害了。母亲吃惊地问，儿子，你不是给了尼克蛋糕吗？他怎么还打你啊？汤米哭着说，尼克他又想吃蛋糕了。听完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感受呢？其实如果你想获得对方的友情，单纯示好有时候不会起效果。就如这个小故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尼克被汤米的妈妈养成了一个小坏蛋，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只要狠狠地揍汤米一顿，就会有美味的蛋糕吃。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恶棍就是这样被社会惯坏的。最初他们像昆山龙哥一样色厉内荏，用虚张声势恐吓对方。遇到这样的混账时，一般人都会隐忍求全，选择妥协或逃避。于是他们立即获得了主动攻击别人的奖赏。一次又一次的得逞使他们有了一套思维定式，认为只要暴力对待别人，制造恐惧感，那么别人在惊慌失措之下就会屈服于他们的意志，进而他们也就达成了目的。就这样，他们一直用这种行为模式游走人间，最终把自己培养成了恶棍。对付这类恶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将他们绳之以法。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让一个人成为好人呢？先让他做点好事儿，用好事成本拖住他，然后让他舍不得丢弃好不容易积攒的好人成本，不好意思撕下脸皮做恶人。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期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小心登门槛效应，别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人是有力量控制自己的，一个人得到了来自他人的善意，那么他就应该控制自己的恶欲，不去糟蹋别人的善良。如果一个人的某些要求已经被满足，他就不应该继续制造无理的要求来为难对方。我们从小接受教育就被要求要有良知，要远离没有良心的人。可事实上，人无完人，我们依然有不完美的地方，情绪来了还是逃不掉。我们必须承认，在发生意外时会紧张，在遇到不公平的事时会愤怒，失去所爱时会难过，被欺负时会有怨气。因为这是人类的本性，我们很难改变。情绪、想法都不好控制，就更不用说自己的良心和善意了。所以，那些享受了我们善意对待的人，有时候并不会意识到我们的善意，更不用说自觉对我们报以同样的善了。大多数人的性情在平时都是比较平和的，表现出来的也都是极其柔软的一面。这就使得很多人容易利用人的内心柔软做坏事儿，比如进行情绪勒索，或者直接占人家的便宜。很多人缺乏保护自己的能力，就会在别人的情绪勒索下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儿。女生们逛商场时经常会被人拉住，哎，小姐，你皮肤有点干啊，我们给你做个免费的补水面膜，耽误不了你几分钟的。哎，小姐，我们最近这里在做活动。女生们往往缺乏意志力拒绝这类要求，于是就答应了。她们在享受面部按摩的同时，还要经受住促销员在指出皮肤瑕疵后，向她们推荐上好的美容方法和美容产品的诱惑。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她们似乎被洗脑了，不好意思拒绝眼前所有的一切。走出商场时，他们往往拎着满满一袋子根本不需要的护肤品，甚至还办了一张上千元的美容卡。当他们累了，找餐厅吃饭时，心想终于可以避免被宰了。没想到点完菜后，店里的服务员不厌其烦地向他们推销本店的特色菜。本来菜已经上够了，但服务员的热情又让他们没了主意，觉得不好意思拒绝，最后只好同意加一个菜尝尝。最后呢，摸摸吃撑的肚皮，瞅瞅餐桌上的剩菜，拎起沉重的塑料袋，他们心里似乎很不是滋味，怎么也乐不起来，反而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回到家后就是想不通，怎么可能？我怎么会这么傻呀？没错，如果直接让他们买，他们肯定不会那么傻。可是即使再聪明的人，也经不住精明的服务员这一步一步的软磨硬泡呀。最后他们只能掉入别人早已设好的陷阱里。当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在给我们慢慢的洗脑时，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消费心理。虽然这种因被忽悠而花了不少钱的伤害并不严重，但仍然会让我们在事后感到无奈。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效应叫登门槛效应。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帕罗阿尔托市，一个年轻人一大早就来到居民区，挨家挨户地按门铃，自我介绍是社区安全驾驶公民活动的代表。他既不推销商品，也不做其他宣传，而是要求大家允许他在前院的草坪里面放置一块牌子，上面写上小心驾驶的字样。绿茵茵的草坪被一块巨大的标志牌遮挡了一半，在100户居民中，大约有65%左右的居民表示不同意，而另外的35%左右的居民却表示同意。明知道在草坪上竖这么一块大牌子会破坏庭院的环境，为什么还有35%的居民表示同意呢？原来1个月前，另一个自称是
交通安全居委会的志愿者也敲开了这100户居民的门，请求在他们院中树立一块标志牌。这个标志牌只有8平方厘米大小，上面安全驾驶几个字，字体工整，色彩柔和。结果当时差不多有一半的居民表示同意，另一半的居民不同意。经过数据分析，研究者发现，在上一次同意树立小标志牌的居民中，这次有 55% 表示赞同，而在上次不同意树立标志牌的居民中，这次只有 17% 的居民表示赞同。认同较小请求的人，往往将自己看作一个乐于助人或者乐善好施者，而这种自我感觉使其在下一次被要求更多的情况下，仍愿意提供帮助。而这一招呢，也是商家促销的老办法了。他们总是在第一次找上我们时求取一点点，随后再来求取更大的份额，结果屡试不爽。先用一些小恩小惠将你引诱过来，然后再将你彻底套牢。一个人如果接受了别人的一个小要求，那么别人在此基础上再提一个更高点的要求，这个人也会倾向于接受。我们把这叫做登门槛效应，也叫得寸进尺效应。其实生活中，我们容易被得寸进尺，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好意思拒绝，从而导致自己的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每个人对世界的认知都有一定的连续性，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会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有一个判断，然后就会做这种人应该做的事儿。大多数人都是乐于助人的，别人有求于你，就利用了你乐于助人的潜意识，向你提出一个小要求，而你呢，也会因为这是个小要求，自己不好意思拒绝，便接受了。而在你接受之后呢，就产生自己很乐于助人的幻觉。当别人提出稍大一点的要求时，你往往不愿意让这种乐于助人的幻觉破灭，也就不好意思拒绝了。这点在心理学上叫做认知不协调。如何做到不被得寸进尺，其实并不难，可以尝试以下策略。1. 保持清醒的头脑，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该拒之门外时就要果断地拒之门外。在心理学上，不好意思是一种无法确定的情绪，这个情绪会被别人操纵，最终使你做出被动的选择，从而导致你的利益受损。2. 避免愚昧的一致性。承诺一致性原理就是一旦我们做出一个决定或选择了一个立场，就会有发自内心以及来自外部的压力来迫使我们与此保持一致。这种保持一致一般都是最具适应性、最受尊重的行为，前后不一通常会被认为品行不良、反复无常、言而无信。一旦发现自己的利益将会受损时，就不能再坚持这一原则，否则就是愚蠢。3. 给自己定一个底线。底线即最低的条件或限度。做事一定要有底线，超出底线要坚决地说不。不可总是不好意思拒绝别人，不能总是一味地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否则利益受损的永远是自己。4. 不轻易承诺，三思而后行。在我们开口说话之前，一定要慎重思考，三思而后行，切不可轻易做出承诺。对于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做、不打算做或不应该做的事情，绝不能去承诺。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本期跟大家说一说，不懂我的苦，别劝我大度。讲一个关于误会的故事。有的人伤害你时不会顾及你，
误会一经产生，没有谁会关心你是否受到委屈。某天，职场姑娘小 L 无意间得知自己私下被人贴上了妖冶轻浮的标签。她平时洁身自好，不知道这流言蜚语究竟是从何而来。后来她从知情人处得知，那个散布流言的人竟然是一个她默默欣赏甚至有点喜欢的男人。我问，你恨他吗？他含泪说道，不，连委屈也没有，只有完全被分裂的感觉。我想过要大骂他一通的，但是我没有。我甚至不想让他知道，我已经知道他对我进行的伤害，知道了又如何呢？又失去一个可以交流的人。我告诉他说，很久以来他都没有想明白，他为什么要那样去乱说。他曾经那么信任他，没想到最后出卖自己的竟然是自己最信任的人。人生就是这样，免不了要经历一些很荒唐的伤害。其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经历被误会、被误解，甚至被污蔑，只是有些太过细微，我们并没有在意。只有那些深深刺痛过我们的误解和污蔑，才会让我们感到无比哀伤。任何情况下，我们的选择项都不多，要么接受，要么拒绝，要么寻找真相。但寻找真相得追究细节，这需要花费极大的精力，还不一定有所收获。所以大众的本能大约只会选择前两者。我记得我看日本最残忍的凶杀案之市桥打野奸杀英籍女子案，看到有人呼吁让这个英籍女子的爸爸原谅凶手，因为他们觉得凶手逃亡期间吃了很多苦，也忏悔了，整容那么多次很受折磨。这个英国爸爸在法庭上说，他绝不原谅，并要求用这个国家的最高刑法惩罚凶手。他的女儿在土堆里跪地哀求的时候，凶手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我在知乎上看到过各种校园霸凌、家庭暴力之类的事件，看到一些人说，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青春期的作物为何要用对方一生去偿还呢？每每看到这些，我都想给他们一个耳光。这些坏人作恶的时候，对受害人没有丝毫的怜悯，他们又有什么资格要求被害者原谅呢？旁观者没有经历那些痛苦，又哪来的资格要求别人原谅？不要以为他们不懂事儿，不知道自己可以不负责任。正因为不知道，所以才敢没有底线的去做那些坏事儿。而且他们很多不听话的行为，不是因为他们不懂事，而是他们故意在试探社会接受度和父母的包庇力。很多少年犯在犯罪之前都会上网详细的查相关法律，因为他们知道盗窃、抢劫和故意杀人是犯法的，知道未成年人犯罪不会被判死刑，因此更加无所忌惮。有的少年犯甚至对司法人员说，等我从监狱出来以后还是一条好汉。如果我们给了这样的恶人以包容，那么这种包容就会成为他们漠视生命、践踏法律的保护伞。像游戏《我的战争》一样，你可能不得不独自面对其中的信息封锁、物资匮乏、暴力横行，以及这其中的道德沦丧。你的一切经历，包括死亡，都是意外的、随机的、不可预知的、无可奈何的。你无法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但是这才有可能是很多人不得不面对的人生真相。风雨路上，但愿你我都能拥抱善良，在被误解时拥有一颗保护自我的心，不被恶语伤到，也绝不宽容每一种罪恶行为。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2》，作者慕言哥，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后记：你要善良，但也要有点锋芒。生活中的很多人都是脾气很好却不懂得拒绝的老好人，我曾经也是。我们之所以成为老好人呢，是因为在我们的心中，这样的老好人容易与人相处，只要友善待人，就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可现实中的有些情况是，这样的老好人不仅可能交不到真正的朋友，反而会被人利用和欺负，让生活充满困扰和麻烦。我们选择善良是应该的，但这种善良不应该是软弱无力、任人摆布的，更不应该是毫无原则、不懂拒绝的。你要记住，那些一直故意麻烦你、一直让你很为难的人，大多不是什么好人，更不会是你真正的朋友。很多时候，你以为别人找你帮忙是因为把你当朋友，其实不然，他们不过是觉得你脾气好，容易说话，还不懂得拒绝，就利用你罢了。不信你可以试试啊。他们在向你寻求帮助时笑脸相迎，觉得你帮助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一旦你拒绝他们，他们就立马翻脸，说你千般万般不好，还要故意为难你，找你的麻烦。当你的善良表现出了懦弱和不敢拒绝的姿态时，你就只能忍气吞声。而那些坏人只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欺负你、利用你。在这个社会上，太过软弱和不敢出声的人都是要吃亏的。太过善良的老好人其实很愚蠢，活得也很辛苦。何必呢？我的一位朋友对同事的要求有求必应，让自己很苦恼。朋友和我交谈后，第一次拒绝了同事。他言辞犀利地对那位同事说：抱歉，我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不能帮你了。那位同事挤出微笑说：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一点小忙而已，举手之劳吗？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时间。你怎么连这点忙都不帮我？我们都是同事啊。既然大家都是同事，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帮我分担一点工作呢？那位同事无力反驳，只好悻悻地走开了。自此以后，我这个朋友再也没有受到同事的为难，工作的舒心又惬意。善良虽好，但你也不要继续当那种一味善良的老好人了。这是我发自内心想说的话。因为善良并不代表懦弱、不敢拒绝和任人摆布。我觉得人应该善良，但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则，有一点脾气。不好意思，我帮不了你。在有人故意为难你时，大胆地说出这句话，果断拒绝那个人吧。你要知道，你要硬气一点，才不会让那些欺软怕硬的人欺负你。你要敢于拒绝，才不会让那些心机深重的人利用你。你要有自己的原则，才不会在生活中一直忍气吞声。请做一个柔软而有锋芒、善良而有原则的好人吧。